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突然找我谈话。小王啊，从明天开始，你的月薪从2.8万调到1.5万，你没意见吧？理由呢？这次降薪是上面的意思，你带个头，你们组就你薪水最多，同事们的意见都很大，不利于团结。明天就要发年终奖了，老总现在给我一个人降薪是什么意思？更何况我是组长，也是核心技术骨干，薪水多一点不是很正常吗？公司什么时候公开待遇了？不是不让讨论薪水吗？其他同事我会知道待遇差别的。这个嘛，只是包不住火的。老罗眼神躲闪，又补了一句：你的年终奖被领导平衡了，分给了新来的小刘。年轻人更需要鼓励，才能尽快的成长。行啊，没问题。我只思考了3秒，老罗倒是语塞了，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好，越来越有大局观了，我看好你。真是可笑，我辛苦干了1年，尤其项目赶工期的时候，我整个人几乎都泡在项目上，年底不但没有奖励，还要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我回到工位，刘冉居然坐在我位置上，电脑主机上插着我的资料硬盘，而我其他的东西早就不见踪影。王哥，我怕热，原来那个位置空调不足，所以跟罗总申请坐在这里，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我的东西呢？王哥，你不会生气了吧？要是你生气的话，我换回来就是了。你东西都在我那边呢，一样没少。看了眼周围的组员，平时一个个嘻嘻哈哈的围在我周围的，现在都低头假装很忙的样子。不用了，你爱做就做个够吧，组长也让你做好了。王哥，你说真的吗？刚才罗总也跟我谈过话，让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承担，多帮你分担些，我还怕你不高兴呢。他的话音刚落，罗总就过来当着全场宣布，今年开始我们组长实行轮岗制，小刘之前有2年海外留学经验，技术上肯定没问题，语言上也有优势，从今天起他就是新组长，之前项目的负责人也都转给他。小王，你也忙了1整年，趁这个时候可以好好歇一歇了。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谁都知道刘冉是张总的外甥，海外花钱混了个文凭回来，连英语说着都烫嘴，更别说懂技术，现在连演都不演，直接应付上位了。恭喜啊，刘组长，今后带领我们再创辉煌。我带头鼓掌，随后周边掌声也陆续响起。张总走后，我转身也走到楼梯间，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舅舅，给我们公司的那笔项目款先不要打过来，我们老板说钱太多会影响团结。舅舅被我的话逗笑了，反应过来之后又骂道：是不是被你们公司欺负了？我早就叫你回来自家公司舒服当甲方，可你不听，非要去乙方干那苦逼技术员，现在知道后悔了，赶紧回来帮我打理公司。是后悔了，但还不到走的时候。全公司只降薪我一个，组长职位也突然被撤掉，年终奖全给了新人，种种迹象表明，公司就是想不花1分钱赔偿，逼我自己辞职走，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近年来地产不景气，连带建筑行业也很惨，设计行业一天比一天难过。这几年我在设计公司见得多了，无良领导的常用裁员方式都是不按照 N+1的赔偿，而是用降薪，甚至只发底薪，但工作量却暴增，强制997的方式逼你不得不自行离开，公司还不需要赔偿1分钱，毕竟是你自己扛不住要走的。没错，我们公司已经用这种方式逼走了很多骨干，之前我没被如此对待，或许是项目上还要用我，又或许只是还没轮到我。当初你妈见你到处奔波碰壁，让我把家族产业5星级酒店的设计案委托给你们公司，总设计费都有1000万了。我昨天还交代财务给你们公司拨款，没想到你们老板今天就把你降职了。难道你老板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吗？不知道，我觉得这跟工作是2码事，也没必要说。我平时比较低调，只知道埋头设计和跑工地，所以老板并不清楚我和甲方的关系。在确定明天会打款后，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分到大头奖金，火速把我撤职。可惜了，这次他们想裁掉的正好是公司的金主大动脉。就算要裁员，给我合法的赔偿，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现在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我一个工作8年的老员工绝不可能接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决定原地开摆，顺便欣赏下他们是怎么庆祝年终奖的。小王啊，下个月开始你的月薪从2.8万调到1.5万，你没意见吧？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不利于团结，要给我一个人降薪，把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答应，直接开始摆烂。王鹏，酒店设计图快点发给我，甲方项目经理又在催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我先去趟厕所。我甩下这句话，直接去了洗手间，打开手机免打扰模式，先双排了一把，又追了一会儿剧，腿有点麻了。我站起来打算再刷会儿短视频，突然听到刘冉杀猪一样的声音在门口喊道：王鹏，你掉进坑里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你也不接，甲方又在催了，你没听到啊？等他咆哮了一会，我才慢悠悠地走出来。哦，我手机不小心开了免打扰，今天有点拉肚子。以往他偷懒摸鱼的时候，就经常爱借口拉肚子，我这也都是跟他学的。刘冉急疯了，顾不上生气，直接拉我到工位上。别啰嗦了，赶紧画方案。我这电脑都没连好呢，怎么画啊？你去我电脑上画。不行啊，
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刘冉无语，发现我就是故意的，直接火了。不想画就别画了，小丁，你把这个图优化了，我还不信这个公司没有他就转不动了。小丁支支吾吾，说自己之前画的方案被毙了几次了。刘冉又问了周围一圈，大家都表示这个项目经理专业出身，挑剔又不好糊弄，除了我，没人能让他满意。刘冉刚来我们部门没多久，还不太了解情况。不就是个方案优化吗？跟我当初申请国外作品集比起来简单多了，我自己来。刘冉推开小丁，自己坐到了电脑前。是啊，就刘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那肯定得惊艳甲方。我边说边拿出手机打开了消消乐。刘冉鼻孔哼了一声，打开了画图软件。5分钟后，他问了小丁一句：“小丁，复制图形点哪个按钮？”我刚喝了口茶，差点喷出来。他清了下嗓子，不自然道：“我们在国外都是用苹果系统，这种老土的系统用不惯。”行，你开心就好，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刘冉折腾了半天，似乎怎么都不得劲，拉着小丁坐到一旁，他口头指挥小丁操作修改。两人吭哧吭哧的搞了1个下午都没改好。刘冉已经娇滴滴的给甲方项目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道歉。5点29分，我踩着点站在打卡机前，时间一到，马上刷脸消失在办公室。刚到停车场，张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王鹏，别人都在忙着改图纸，你跑去哪儿了？甲方催了一下午，你是聋了还是瞎了？马上回来加班，今晚12点前必须交图。啊，甲方没找我。再说刘组长亲自出马，甲方还不是轻松的被拿捏，我就不在那里添乱了。他刚上任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你赶紧回来，这是死命令。年终奖你还想不想要了？我的奖金不是都分给刘冉了吗？正好让他帮我把班也加了。行，我看你是1分钱都不想要了。罗总恨恨地挂断电话，我随手将手机设置成免打扰。看到这里的宝子们，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困难，能刷到这个视频，说明你要上岸了。你要相信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留下一句上岸了，你在这个夏天必定福气连连。第二天9点，我准时打卡上班。走进办公室，同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王哥，你可来了！昨晚联系不上你，我们都要改封了，可甲方就是不通过，张总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回家。我看着他们，想到无数日夜里我们也曾并肩作战，攻克各个项目，但昨天我被撤职时，却没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每个人都有难处，我理解，但不代表我心里不介意。刘组长可是高级海归人才，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那还用说，我出马肯定10拿9稳，要不然怎么我是组长？能力不足的人就只能打杂呢。刘冉意气风发地走进来，张总紧随其后进来，也是一脸得意。王鹏，我就说还得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你以为没有你画图，甲方就过不了？没想到吧？小刘人家直接连夜搞定了甲方。我有点惊讶，昨天项目经理问我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我当时如实相告，对方说如果影响项目会追究法律责任。这个陆总一直很负责，不可能这么好说话，随便改变决定。没想到罗总又接着吩咐，今天你们接着整。昨天小刘已经和甲方说好，图可以拖到今晚12点再交。王鹏，你电脑我已经找人装好了，这次你没借口不改图了吧？原来所谓的搞定甲方，只是拖了1天时间交图。好啊，上班时间我一定认真改。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只要甲方满意了，等下午回款到账，我还是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年终奖。罗总和刘冉见我屈服，说笑着走了。临走，刘冉还对小丁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盯着点我。等他们离开，我随手打开了电脑，然后打开手机，一边追剧一边吃牛肉粉。慢慢的嗦完粉，才过了半小时，我去了眼旁边一脸便秘似的小丁。王哥，你吃的差不多了吗？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能不能快点？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没有啊，别担心，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刘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你不在里面。哦，既然我都不在群里，那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吧，我先去厕所了。我拎起吃完的外卖盒就往洗手间走，先带薪拉屎，然后又去找前台美女，跟她吃了半天娱乐圈的瓜。王鹏，甲方那催的火烧眉毛，你在干啥？还有多久能交图？刘冉在前台找到我，火急火燎的催道。张总紧跟其后，再度怒吼：王鹏，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仗着有点技术就不可一世，工作都不做了，干得了干，干不了麻溜的给我收拾滚蛋。行啊，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 N+1的赔偿到账，我马上打包走人。想得美，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都已经够意思了，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咱们建筑圈这么小，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僵，信不信我封杀你？饶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也气得浑身发冷，心寒到了谷底。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这些年我兢兢业业，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就因为他的关系户要上位，就这么把别人不当人踩到脚底，还要断送前途来威胁。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我冷冷道。罗总又想开骂，这时财务满脸通红的跑了过来。罗总，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快说！
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服务没让他们满意。王庞，你被开除了，上班时间到前台泡妞，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突然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不利于团结，要给我一个人降薪降职，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答应，直接开始摆烂。不干就不干，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 N+1的赔偿到位，我立马打包走人。想得美，就你这种工作态度还想要赔偿？信不信我封杀你？行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就在我和罗总坚持的时候，财务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罗总，不好了，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的服务没让他们满意。罗总闻之色变，顾不上骂人，急冲冲地往办公室跑去。王鹏，你这么得罪老板，到时候你真的很难在设计这行混下去，你就不考虑一下后果吗？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老板无缘无故对我降薪降职，现在甲方不拨款，我看他怎么收场。还真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拿捏。小王，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现在甲方很不满，已经严重影响到打款，你自己看着办吧。耽误了发年终奖，你自己去跟全公司的人解释。关我什么事？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又不负责经营回款，我要解释什么？最关键年终奖也没我的份，我管那么多做什么？哼，别以为你可以置身之外，等会我再收拾你。刘兰，你昨天不是说已经搞定甲方的吗？为什么甲方拒绝打款？我也没办法呀，王鹏这几天一直不肯改方案，甲方上面还有别的领导，我们迟迟不交图纸，甲方肯定得发火啊。这件事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难道你忘了这个项目负责人是王鹏吗？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他牵的线，他就得负责回款。罗总似乎才想起这茬，语气居然瞬间温和了下来。小王，刚才是我火气太大了，可也是被甲方催的，你别介意啊。这个项目既然当初是你拉来的，那你去找中间人说说，先把进度款付了吧。放心，回了款，你的那部分奖金公司还是会考虑给你的。别呀，一个人扛太多不利于公司团结，还是分摊给大家吧。而且刘组长可是海归人才，难道还搞不定对方吗？王鹏，大家都是同事，别这么僵嘛。你也知道现在公司不容易，你就帮个忙，赶紧把图改了吧。刘组长，不是我不愿意帮忙，而是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接手了这个项目，就该全权负责，不是吗？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能处理好。刘然脸色一僵，但很快恢复常态。我当然能处理好，可毕竟你是前任组长，对项目更熟悉，有你在，我们效率会更高一些。效率不是靠压榨员工得来的，而是靠合理的安排和团队的协作。如果公司真的想提高效率，就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张总在一旁听得脸色铁青，终于忍不住插话：够了，王鹏，你这是在挑战公司的权威。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图你必须改，不改就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我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却坚定。张总，您这是在威胁我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只能说我对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执着，毕竟这世上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公司。我的话音刚落，办公室的气氛瞬间凝固，同事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目光在我们之间来回游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舅舅打来的电话。我接起电话，舅舅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王鹏，听说你们公司今天回款有问题，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简单说明了情况，舅舅沉默片刻后说：不行就回来吧，自家的公司总比外面强。至于你们公司那边，我会让人去处理。挂断电话，我看向罗总和刘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甲方可是我的亲舅舅。罗总，刘组长，看来我们今天的对话可以告一段落，因为我刚刚接到通知，我们的回款恐怕要暂时搁置了。罗总闻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而刘冉则是一脸难以置信。办公室内其他同事也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怎么会这样？不是说甲方已经同意回款了吗？是啊，昨天刘组长还信心满满的说已经搞定了呢。这下好了，回款没了，年终奖也没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老王啊，下个月开始，你的月薪从28000降至1万，组长的位置也由新来的刘冉担任。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要给我一个人降薪降职，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的答应，直接开摆。第二天，甲方暂缓打款，全公司发不出一分年终奖。罗总，甲方还是拒绝打款，现在怎么办啊？走，跟我去甲方那边一趟，这1000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可他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能拿下这个1000万的大项目，正因为甲方的 boss 是我的亲舅舅。你们公司的那个罗总今天想来公司拜访我都没让他们进来，几个人在大堂等了一个下午，最后我直接叫人把他们赶出去，更别说要钱了。老舅，你可以啊，有觉悟就该这么办他。对了，咱们的关系现在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让我说，我怎么会告诉他们呢？谁让你是我的亲外甥呢？他们那么对你，我肯定得帮你出了这口恶气。谢谢你舅舅，公司真的太欺负人了。
这次我一定要跟他们斗争到底。你的老板也真是的，本来花点小钱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闹成现在这个样子。裁员想挑软柿子捏，没想到踩到了大动脉，这回可有他们受的了。我的老板要是能这么想就好了，还不是见我没钱没背景，想让自己的亲戚上位吧？晚上，王鹏一个人在家，罗总竟然带着刘冉亲自上门。小娃，是我们不对，以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没顾及到你的感受。这次就当我求你了，你去找中间人谈谈合约和回款的事吧。这眼看就要过年了，你也不想看着大家辛苦一年，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吧？实在不行，你找中间人说说，好歹让甲方的高层和我们见一见，我当面去和他谈。老板说完，又示意刘冉也说几句客套话。对不起，王哥，之前我不该在工作上处处针对你，还请您帮一下公司吧。罗总，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族而已，真的扛不起那么重大的责任，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小王，只要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就给你恢复原来的职位和薪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还是你，你看怎么样？不用了，您还是把这个重任给刘组长吧，我可担当不起。我怕等回款一到账，你一句话又把我给开了，还顺带着要在整个行业里封杀我呢。所以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罗总身居高位久了，哪里受过这样的憋屈，恶狠狠地说道：“你真以为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能运作了吗？我告诉你，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罗总说完就走了。第二天，王鹏依旧踩点上班打卡。你还真敢来上班啊！我告诉你，你已经被公司解雇了，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你要是再敢来，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为了盗窃商业机密。不过，你要是能跟我服个软，或许我可以考虑跟罗总求求情，让你留下来打杂。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王鹏直接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好，你再说一遍。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要是不服气，就去找老板啊！我看你这个无业游民能不能耗得起？一个打工仔而已，还想跟公司斗？是吗？你这种不懂法的迷之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公司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吗？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协议签了吧。眼下1分钱都没回到公司账上，现在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更不可能有钱赔偿给你。你这样赖着不走，对谁都不好。再说这圈子就这么大，闹得太僵，最后倒霉的人只会是你。现在这大环境，你不知道外面的工作有多难找吗？要是被调职，公司随便说你几句坏话，我看哪个公司敢聘用你。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对你这种没有真才实学，只能靠关系上位的人来说，想要做到这么高的位置，确实挺难的。王鹏没有在公司闹，直接去找劳务仲裁。他准备的证据充分，仲裁委受理了他的案件。在审理期间，罗总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圈里到处散布王鹏的坏话，让他在圈里的名声严重受损。罗总以为这样王鹏就很难再找到工作，可离职的那天，王鹏便入职了舅舅的公司，并主动申请负责和老公司的酒店项目。上任第一天，他直接来到了工地。令他没想到的是，陆总和刘冉也来了。刘冉一看到王鹏，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哟，瞧瞧这是谁？这不是我们的大建筑师吗？怎么在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来社工单位当资料员，还是来工地搬砖了？王鹏，你要是现在跟我们认个错，我还可以在甲方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干点轻松的活。刘冉，没想到在甲方的地盘上，你还是不知道避讳，看来以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闲杂人还是赶紧离开吧，这是别人开会的地方，不是你这个泥腿子来的场合，真是拉低了档次。甲方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次机会，你抓紧滚蛋，别在这里给我添乱。王鹏，这是甲方领导开会的地方，你都被我开除了，还来做什么？赶紧给我滚蛋！舅舅，我看他肯定是想过来巴结您的，目的就是想继续回到公司上班。他现在的名声可臭呢，有哪个公司敢要这种人？王鹏，你现在低头跟我认个错，我可以考虑让你回公司扫厕所，月薪1000，怎么样？对你够意思了吧？你们狗眼看人低的本事倒是一点都没变啊！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没资格来这里开会？你的嘴还是那么硬，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要不然等会甲方的人到了再把你赶走，那你的面子可就真的没地方放了。你丢面子不要紧，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项目。刘冉拦着不让王鹏进门。此时，其他参会的同事也陆续到了，为首的便是项目经理老许。罗总看到来人，立马换上笑脸迎了上去。许总，辛苦您了，这大热天的，还要麻烦你亲自来一趟。许总看了一眼王鹏，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刘冉又对着王鹏骂道：“臭小子，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没看到大领导都来了，你怎么还跟个死人一样杵在这里？还不赶紧让开！这工地的施工单位领导怎么也不来管管，就这么放任员工在这里捣乱吗？”许总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两人是哪根筋搭错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这位是我们集团新上任的领导，你们说话给我客气点。王总，我们刚刚去工地巡查了一圈，发现了一些问题，会议上我和您说一下。好，先进去吧。王鹏笑了笑，带头走进了会议室，而罗总两人却还傻傻地站在那里。他不就是刚被我开除了一个小员工吗？什么时候成了王总？舅舅，
会不会是甲方那边搞错了？他怎么看也不像领导的样子啊。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好的，徐总。开会之前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王鹏是总部特派过来主管本次项目的集团副总，以后所有的方案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好了，废话我也不多说。关于设计方给的图纸，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差不多有上百个，我已经发到各位的手上了。罗总，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合理的解释？这个我不太懂，还是让我们项目负责人刘组长跟您解释吧。刘然本来就是靠关系上位的，对设计一窍不通，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既然你们无法解释，那就认定是你们设计的问题了。设计方要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的损失全部费用从设计费里扣。而且根据合约，如果你们在剩余规定期限内无法给我提供满意的方案，那就算你们违约了。这……罗总还有什么高见吗？没有。那就好，你们最好用点心，不要觉得随便画个图就能糊弄过去。我们项目一大堆人都抢着做，你们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得赔偿。自从知道王鹏是甲方集团的副总后，罗总就通过各种渠道想邀请他吃饭，可王鹏就是不给机会，尤其是图纸，几乎重新画了10几遍。刘组长，你这方案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改越差了？你不是海归吗？怎么就这一点水平？王总，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改，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看在以前同事的份上，已经给了你们很多次机会，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足足拖了几个月，你知道这其中的损失有多大吗？再改不出让我满意的方案，你们就等着违约赔偿吧。我马上改，保证让你满意。王总，那个回款是不是应该打给我们了？耽误工期的损失我还没跟你算，你还有脸要回款？等你把方案改过了再说吧。刘冉这次过来本来就是想要项目款的，结果被王鹏一阵嘲讽，气得脸都红了，扭头就走。第二天，刘冉没上班，听说是生病了，请了很长时间的假，暂时把项目给了其他人负责，而他自己跑去甲方的公司总部举报了王鹏，说王鹏因私人矛盾故意挑刺，致使项目停滞不前。外甥啊，你以前公司的那个刘冉来总部告你的状，说你以权谋私，扣押回款，还故意刁难他。他脑子没坏吧？哈哈哈！这个刘组长估计是被你给逼急了，病急乱投医。那是他自找的，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不懂技术还要做技术管理，纯粹自找苦吃。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舅舅，这事你别插手，我已经收集到很多他们违法的证据，他们斗打不了多久了。几天后，王鹏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刚告完状出来的叔侄俩，不由得一阵好笑。我听说刘组长生病了，可我看你这气色好像也没啥毛病啊。要是好了，就赶紧回去改方案，我已经帮你们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再拖下去我也帮不了你们。你小子别太得意，不要以为你现在身居高位就可以目中无人。你这公报私仇的做法，我已经投诉到你们总部了，你就等着吧。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其实我早就可以按违约处理你们，但我还是给了你们这么久的时间改方案，可你们一直都没有改进，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玩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用一次次来总部投诉了。王鹏，你现在也知道害怕了，那就赶紧把项目款打给我们，免得到时候大家都下不来台。罗总，你不觉得我这么短时间就能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觉得奇怪吗？麻烦你们稍微打听一下好吗？集团老总是我亲舅舅，你觉得用这个能威胁到我吗？什么？这下罗总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手底下的一个小员工竟然有这么强悍的背景，那他还拿什么跟人家斗？好了，这场游戏差不多该结束了。王鹏，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累了，不想再陪你们玩了，两位请回吧。至于你们接手的那个项目，我会派公司的法务找你们谈的。当天下午，集团的法务直接找上门。罗总您好，对公司刘冉接手这个项目以来造成的所有问题，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巨大损失清单，我都已经发给你们了。还有你们给予我方圆项目负责人的好处，以达到拖延规定期限、换取利益的行为，导致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鉴于你们已经严重违法了，当初签订的合同层层外包，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问题，无法继续合作，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无法按照合同办事造成的违约金，现需要你们按照合同支付相应的损失。此时的两人万万没想到，以为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裁员会导致自己落得如此境地，而如果王鹏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面对公司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又该多无助。那个，能不能再缓缓？麻烦您跟项目的负责人再求求情，多宽限几天啊！抱歉，我只是来传达公司的决定，稍后我司将发出律师函，有任何问题法庭上都可以提出来。最后经过审理，罗总的公司因付不起天价赔偿倒闭了。罗总作为法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刘冉则是第一时间跑路。不过这件事影响很大，闹得人尽皆知，没有哪个公司敢去聘用他。100万的提成被老板克扣了99万，我找他理论，他却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月底我看到最新到账的奖金数额，以为自己眼花了。不是100万吗？怎么只有1万块？我赶紧跑去问财务是不是小数点弄错了，他满眼同情地看向我，悄咪咪给我看屏幕上的表格。
没错，就这些。我和社长一起核对了好几遍。看到屏幕上其他人的数额，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所有人都比我多，哪怕天天无所事事、喝茶聊天的行政都有10万块。我明明是销冠，公司90%的业绩都是我创造的。过去1年，我给杂志社拉来了500来万的广告收入。按照社长之前承诺的提成20%，那我的税前收入应该在100万左右。而现在却只给我发了1万块，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于是我马上去问广告部主任梅小华，只见她正在和人打电话。老公，我今年的奖金好多啊，我必须奖励一下自己，好纠结啊，到底是买 LV 呢，还是爱马仕？这一幕让我看得气血喷涌。我在广告部的这1年，他作为直属领导，没给过我半点支持，整天坐在办公室打打游戏、聊聊天。如今却靠着我拉来的广告，拿上了大几10万奖金，还买起了奢侈品。我强忍怒火问道：“梅主任，我的奖金是不是弄错了？”他挂断电话，没好气的冲我翻了个白眼。没错啊，怎么嫌多啊？现在做纸媒的哪家还能发出奖金？早都喝西北风了。梅主任，当时我来广告部的时候，老板答应我的提成是20%，所以奖金应该是100万左右，怎么会是1万呢？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20%，你怎么不直接抢啊？咱们全社一律提成都是2个点，到你这里就成了20个。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你一个只干了1年多的新人，能拿1万块，应该感恩公司才对。就算按2个点算，也该给我10万块吧？你是新人，所以就只有0.2个点。见他着实不讲理，我也没再和他理论，转身下楼去等老板。越想越气，我想等老板来了直接和他沟通，提成点数是他亲口许诺的，他得认。楼下等了半天，没见到老板的影子，却碰见了下楼散步的编辑部主任曹大光。咋了，小王？今天是发奖金的好日子，你看起来怎么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叹了口气，没说话。他不是我领导，和他讨论没什么意义。只是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我奖金数额。难道你是对1万奖金不满意吗？见有人理解我的心思，我立马打开了话匣子。哎，谁说不是呢？当时我从咱们编辑部转到广告部的时候，老板答应给我20%提成的，可梅主任他不认账，只给我发了0.2%。编辑部和广告部历来不对付，曹大光对梅小华的不满简直能装几卡车。我想曹大光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没想到他却开始教育起了我。小王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别不知足，1万块钱不少了，前几年1分奖金没有，你不是照样干得好好的？再说了，这1万块你挣得多容易啊，和客户在外面吃喝玩乐一通，稍微动动嘴皮子就有了，不像我们编辑部的牛马，天天累死累活写稿子，头都秃了。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他们每天上班干不了2个小时的活，踩着点上下班，居然还好意思自称牛马。本该属于他们编辑部的活，总是无限拖延，哪次不是我硬着头皮替他们干了？他居然还说我轻轻松松。曹主任，我客户沟通需求怎么就成吃喝玩乐了？再说了，我稿子也没少写啊，另外还得写策划案、出 PPT、拍视频、挨客户骂。要说忙和累，我觉得全公司上下没人比我更忙更累了。曹大光不屑地瞥了我一眼。小王啊，你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你和那2个实习生天天加班，不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让大家都以为你们很忙很能干，博个好印象。我跟你说，领导都不傻，大家都是过来人，这种小把戏以后还是少玩的好。我彻底无语，不想再和这种人多说一个字，于是又回到了办公室。实习生微微和小李不知道叽叽喳喳在说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表格上好像没看到他们俩的名字。你们2个这次拿了多少奖金？2人一脸懵圈。啥奖金？不知道啊。连几千块都没给吗？2人分别查起了手机银行，然后都冲我摇起了头。我的心寒又加深了一层。虽然他们俩不过是实习生，但是过去1整年可都是大功臣。年轻人新媒体网感好，拍视频做剪辑也玩得溜，是我的左膀右臂。没有他们2个干活做执行，营收的减半。可是杂志社居然1分钱都不肯给。和我一起熬了那么多日日夜夜，干的活绝对比其他任何一个正式员工还要多，每个月却只有1000块的实习工资，实在为他们感到不值。同时又觉得自己对他们有愧，毕竟他们多数活都是我给安排的。于是我马上给他们每人赚了2000块。奖金我给你们发，别嫌少。如果后续老板给我补发，我再分一点给你们。2人推让了许久，才勉强收下。中午我又请他们吃了顿大餐，然后心里才觉得好受些了。下午老板终于回来了，看样子春风得意，满面红光。哈哈，咱们杂志社现在可是整个集团的标杆，兄弟们加油！500万算啥？明年咱们干到1000万，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信心吗？办公室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社长对众人反馈很满意，哼着小调进了他办公室。我后脚也跟了过去。老板，我的提成奖金和您当初承诺的对不上，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弄错了。哪错了？505万乘0.2%，税前工资1.01万，有什么问题吗？老板，你这么做就不地道了吧？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难道就这么对自己手底下的员工吗？老板，我的提成是100万，可财务只给我发了1万，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没搞错，505万乘0.2%，税前工资1.01万，有什么问题吗？什么0.2%？老板，当初您说的可是20个点啊！你还给我举过例子，说如果我一年能拉100万广告，提成就有20万，我这才答应去广告部的。小王，这话可不能乱说，20%，你去问问哪家杂志社会给这么多？你呀，肯定是记错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老板居然咬死不承认之前答应的事。我的语气不由急促起来。老板，当时您还特意叮嘱我，说我的提成过高，不能和广告部的其他同事说。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记错的。哼，你口口声声说我给你20个点，好，合同呢？证据呢？我哑然，我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我哪里能想到自己跟了几年的领导居然会骗我？意识到想拿回这100万是不可能了，我只好打别的牌。老板，这过去1年里我拉的广告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吧？确实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奖金我是全公司最低的一个？这件事换谁都无法接受吧？大概是惊讶于我居然知道别人的奖金，老板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不过很快又浮上笑容。小王，你拉的广告最多，那的确是事实。不过有件事你搞错了，客户投钱认的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不是你小王。明确的说，那500万是靠杂志品牌口碑吸引来的，和你个人关系不大。你还是年轻啊，错把平台当能力。我当然不是这么容易被忽悠的，直截了当的说，既然杂志社招牌这么牛，这么会吸引钱，那前些年怎么不见有这么多客户投钱？每年最多只有100万收入。老板明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瞧你这话说的，行业还不能有高低起伏的吗？客户投放策略也是在不断变化，你能拉到500万，说明不过是吃到了行业红利罢了。我没想到老板会这么赖皮，于是攥紧了拳头，决定和他掰扯到底。我过去1年的贡献可不止拉广告这么简单，我同时还包揽了大半项目的具体落地和执行，每天都是7×24小时待命，几乎全年无休。这些我电脑里都有过程文件，谁要不服，随时可以去核对。老板愣了片刻，又无奈点头。你干的活确实不少，但这跟奖金是两码事。我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可拿奖金却是最低的，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我说小王啊，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而且你这觉悟不行啊，奖金不能这么论的。你才来几年，其他同事可都干了10年20年，你这一点贡献能一样吗？再者，这做人做事啊，不能太功利，还得讲人情。而你单身，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其他同事可不一样啊，要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多拿点也是应该的嘛。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这算是哪门子的道理？我是来上班赚钱的，又不是来扶贫。我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继续唾沫横飞。小王啊，你要放大格局往前看，未来可是有无限可能的。要想成大事，就不要计较这一城一池的得失。我告诉你个重磅好消息，集团给咱们杂志社特批下了一个宝贵名额，公司可以再招一个人。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人归你管。公司成立个新媒体部，你当主任。现在可是哪都在裁员，公司却能给你再增个人手，这是多么难得的信任啊！所以你要懂得感恩，更要珍惜这次的机会。我也不多要求，不给你压力，就1000万吧。明年保底拉来1000万，赶紧收收心思，回去好好想想明年怎么尽快把这1000万给赚到。我笑出声来，气笑的。那就先提前恭喜社长，明年营收破1000万，我就不掺和了。我辞职，明天就递交正式辞职信。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只听见老板还在那里咆哮：“王鹏，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跟你说，别以为你这样能要挟我，我可不吃你这一套。等着吧，公司90%的客户资源都在我这里，敢克扣我的奖金，到时候我让你哭都找不着地方。”下班后，我没立刻回家，而是叫上2个徒弟一起去吃饭，主要是告诉他们我辞职的事，让他们先心里有个数。毕竟俩人实习期间，多数时间都是跟着我在干活。我们仨在杂志社旁边找了个餐厅，刚坐下，只听旁边的包间里传来了老板的声音：“王鹏和我提出了辞职，这事你们俩怎么看？”还有这好事，我当然是双手欢送了。反正上个月他已经把能签的单子都给提前签好了。签单是一方面，关键是要执行好。这兔崽子走了，他的活你们能接吗？客户关系好说，我让小美全部去拜访一遍。她人长得好看又嘴甜，肯定没问题。这有什么难的？都是些小把戏，闭着眼都能干。视频这块也能行吗？小菜一碟，不就是标题党再加上花里胡哨的剪辑，多大点事儿？既然这样，那我就同意他的离职申请。赶紧让他滚吧，整天牛的跟个258万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广告部主任呢。梅主任说的是，仗着拉了点广告就牛哄哄的，他算个屁呀！没了他，咱们肯定干得更好。好，非常好，我再多招几个人给你们补充队伍，明年1000万，有信心吗？放心吧，老板，肯定妥妥的。听到这里，我在心里冷笑，我倒是要看看，没有我这个销冠，
他们如何能做到1000万？100万的提成被老板克扣了99万，我找他理论，他却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不干就不干。像你这种人品败坏的领导，跟着你也没什么前途。我把老总臭骂了一顿，然后潇洒离去。哼，公司90%的客户资源都在我这里，为了100万提成就把我抬了，你这老板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咱们走着瞧。第二天，我正式提了离职。老板检查了电脑里的文件后，痛快地批了，当天就收拾好东西走人。让我意外的是，回家的路上，我居然就收到了工作邀请。你好，请问是王鹏先生？您是？介绍一下，我是东方传媒的老总。听说你被公司辞退了，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老板之前答应给我20个点，可年底的时候竟然不认账。我是万万没想到，罗总他居然会舍得让你这尊财神早安。王鹏，只要你答应来，我保证提成是25个点，咱们都签到合同里。职位是副总，全公司的人随便你差遣，你看怎么样？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暂时还没有入职的打算。我婉拒了这个机会。不管去哪都是要做自媒体，那我干嘛还要给别人打工？为什么不自己当老板呢？2个徒弟听说我要自立门户，当即表示要从杂志社辞职，跟着我干。我在编辑部的时候，已经在做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不管是粉丝还是内容，都有了一定积累，所以启动算不上难。难的是如何迅速做出影响力和口碑，然后才能赚钱。开始的第1个月没有1分钱收入，到了第2个月，一个老客户的公关负责人突然给我发来消息：你有篇市场分析，我们领导很喜欢，他想和你深聊一下，你看能不能出一篇文章？于是我给他做了一次访谈，客户领导很满意，批了10万的预算，那是我第1季度的全部收入。虽然和在杂志社时没法比，但我已经很满意，毕竟我们才刚刚开始，更需要积累口碑。这段时间，前公司财务小姐姐一直和我分享杂志社的动态。王哥，你这一走，罗总就新招了5个人，3个归到了广告部，2个归到了编辑部，还表态要做大做强，今年必须拿下1000万。我走后，公司的营运收入怎么样？这几个月的收入都还不错，就是所有人都累惨了。公司强制996，梅小华和曹大光几乎天天都干架，都说对方部门干活太少。很快，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钱老板的炫耀贴。杂志社本季度收入180万，再创新高。感谢所有客户的信任与支持，事实再次证明，做媒体底蕴最重要。另外，奉劝年轻朋友们，莫把平台当能力，人贵在自知之明。哼，这是在阴阳我呢。王哥，啥回事啊？为什么公司还有那么高的收入？第1季度表现抢眼，很正常。毕竟我在1个月前就已经做好了全年的选题和策划案，并且为第1季度准备好了详细素材，甚至给视频提前写好了脚本，他们捡现成的用，当然顺手。这太不公平了，难怪老板敢卸磨杀驴，明目张胆私吞你的100万奖金提成。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利益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接下来他们就得完全靠自己了。虽然我策划案做得详细，但是行业风云变化，很多内容未必顺应当下趋势，他们必须靠自己去发掘选题，这将会成为他们要面临的一个大坎。只签了框架协议，又不是提前付了款，后续采购多少，人家也是要看表现的。果不其然，第2季度前公司陷入了混乱。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第2季度盈利只有80多万？我养你们这一群废物是干什么吃的？我的个妈呀！今天开会，老板发了好一通脾气，感觉把他会的所有脏字都展出了一遍。开完会后，梅小华和曹大光也吵了个大的，茶杯花盆全被他俩给摔了。快说说怎么回事？梅小华嫌编辑部没本事，执行结果太烂，坏了他们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曹大光嫌广告部不懂业务，把握不住客户需求，所以害他们做错内容方向。梅小华还又去老板那里哭了一场，结果被老板骂回来了。对于杂志社的乌烟瘴气，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没了像我一样的血包在，他们2个不干架才是奇怪。与此同时，我这边的业务则算得上蒸蒸日上。第2季度，我做了50多万的营收，而且客户全部都是从前公司那边转过来的，也算是捡了个小漏。因为执行得很好，有2个客户已经明确在第3季度会大幅追加投入。7月初发工资时，我给小李和微微每人发了5万块奖金。师傅，你给这么多奖金，激动的我1晚上都没睡好。谁家好人前1天刚拿到毕业证，第2天就收到5万块奖金啊！别贫嘴了，好好干，以后的收入只会更多。微微和小李从此结束了实习生时代，成了我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是在7月初，财务小姐姐送来了前公司最新消息。王哥，还记得新招的那5个人吗？老板把人家都给裁了，还不肯给人家赔偿金，结果被人给告了。以老板的尿性，这点我早就预料到了。我身为销冠，他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我裁掉，这种人眼界太浅了。可不是吗？接下来老板打算和第3方公司合作了，据说是做视频的行家，不过费用真的好高，但愿能有起色吧，因为我不想失业啊。前公司那边鸡飞狗跳，我这边却打开了新的局面。我给某公司领导做的一个采访，
火出了圈，成了新的行业标杆。不仅因此开拓了新客户，还把前公司那边的老客户吸引来了3个，其中1个还是行业龙头，订单排得满满。而小李和微微也都在飞速成长，我让他们尽管放手去做。别怕犯错，你们犯错我买单。我只有一个要求，同样的错误不可以犯2次。好的，师傅，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有了我的鼓励，2个人渐渐地开始独当一面。为了分担他们的压力，我又每个人给他们配了个实习生。王鹏，之前跟你说的那家第三方又贵又难用，承诺的很漂亮，但交作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单这一个项目就亏了近20万，集团都给下问询函了，感觉我离失业不远了。照这样下去，公司在圈子里的口碑要开始崩坏了。是啊，集团对罗总发出了警告，如果不迅速扭亏，就要把他换了。现在整个杂志社都死气沉沉的，完全没了年初时的意气风发。现在啊，每个人都念叨你的好。现在想起我的好了，但是克扣我奖金的时候，怎么没考虑会有这个结果呢？你也别去同情他们，这都是他们自找的。可能是觉得实在撑不住了吧。几天后，我接到了编辑部主任曹大光的电话。小王啊，你最近怎么样？我听说你创业了呀，当个体户肯定很不容易吧？老哥给你些单子，支持你一把，怎么样？我当然知道，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但是也实在好奇他给我什么单子，又给多少钱。于是我就假装感兴趣。谢谢曹主任，请问是什么单子呢？多少预算？整合传播项目，我给你2万，怎么样？你一个个体户能给到你2万块，很够意思了吧？我直接无语。这类案子我一个最低收20万，结果他给我2万，好像还让我占了多大便宜似的。果然曹大光还是曹大光，一点都没变呢。我自然是拒绝了。曹大光依然不甘心，问我多少钱能做。我回复50万，他没再理我。我盘点了下这一年，净赚总利润差不多200万。我不仅没饿死，还养活了一个小团队，还让每个人都领到了可观的年终奖。小李和微微每人10万，2个实习生来得晚，而且并不是全职，所以每人拿了1万块。反观杂志社那边，不仅没年终奖，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了，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只缴社保。根据财务小姐姐的意思，现在是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开始悄咪咪找下家了，只有社长还在强撑。毕竟谁会这么想不开，雇他去把企业搞亏损？我不禁感慨，如果当初他们不克扣我奖金，那杂志社绝对不会走到今天这副境地。不过这跟我也没多大关系。鹏，来我办公室一下。奇怪，我在这工作了10年 ，HR 从没主动找过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我顿感大事不妙。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要被开除了。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办公室，罗副总和公司法务既然也在，我心里更加不安了。麻烦把你的手机关机，放在这个屏蔽盒内。不是吧？搞得这么严肃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要关机屏蔽吗？别问那么多，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来这么多废话？见我老老实实关机后 ，HR 的表情舒缓了一些。王鹏，这2位你都认识，我先说一下，由于我们这次的谈话涉及到公司的机密，所以要求你关机。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HR 翻开了面前的文件夹，拿出了一张单子给我。公司要进行自我改革，开展降本增效。你应该听说了，公司对人员结构做出了优化调整。你被裁员了。你们有什么理由裁我？这是你最近3个月的考核表，全都不合格。是的，按照降本增效的原则，连续3个月考核不合格的员工，公司将辞退处理。我被气笑了，这算什么理由？首先，你们进行这个所谓的考核，从没有公开宣布，也没跟我沟通过。其次，我的工作内容是保障公司的终端服务器能正常运行，哪怕是你们所谓的考核期3个月期间，有出过什么问题吗？既然没有出过问题，那我的工作就是没问题，所以我不接受你们所谓的不合格说法。我这种后端的工作人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那是本职工作，没人会觉得你优秀，可一旦出问题，锅就得背上了。HR 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罗副总见 HR 反驳不了我，开口道：运维工作其实很简单，公司的设备都是业内顶尖的，就算是没人管理也能保持正常运转。你的级别是 L5， 工资是 L1 新人的6倍，如果你想要留下也不是不行，主动降级到 L1， 工资跟新人的待遇一样。还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用10年熬到了 L5， 现在想要我从头开始。罗总，在你来之前，运维主管本来有4个人，可你一来就裁了2个，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干活，每天要加班到12点才能下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2、3点也是常事。你凭什么要我降级到 L1？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工作效率低，之前的那位主管根本不懂管理，给你们留下了这样的坏毛病。现在公司改革，降本增效，要的就是清理掉你们这样的蛀虫，改革就会有阵痛。难道有阵痛就不改革了吗？你身为公司的老员工，也要为公司着想。目前的运维工作，我找2个应届毕业生就能干，根本不需要2个 L5， 给你2个选择，一是选择降级，2是走人。罗副总对着我就是一阵输出，仿佛我是公司成本增加的源头。好，
如果我选择走，那我的辞退补偿怎么计算？而且今天是我入职10周年的日子，按照规定，我能拿到股票和30万的奖金，这些又怎么算？ HR 冷笑一声，转头看了法务后，大声训斥道：“你还想着这些？都说了要降本增效，你觉得还会有这些吗？而且按照公司的决定，昨天是你工作的最后一天，今天你已经离职了，所以你并没有满10年。其次，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申请，这样对你对公司都好，免得之后找工作说是被开除的，对你影响也不好。”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1毛钱都不想给，甚至连离职日期都给我提前了1天，这是把我当冤大头了吗？我一脸冷笑地看着他们，那我一个都不选。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回去工作了。罗副总无能狂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喝道：“他的所有权限都取消，我看他怎么工作！”狗急跳墙，现在装都不装了。HR 赶紧拉住罗副总，开始说软话：“王鹏，既然你都不愿意，那公司只能走开除的程序，离职赔偿按照按的方式发放。你在公司差1天10年，按照9年算，公司会额外支付你9个月的工资。没有异议的话，马上可以办手续了。”刘主管，你好像算错了吧？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应该给我2人加1才对。罗副总一听又坐不住了：“你一个臭打工的，懂什么劳动法？我就问你一句，你签不签字？”罗总，我今天也正常打卡上班了，所以我已经工作满10年。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公司无故辞退我，应该赔偿我2人，也就是20个月的工资，另外还需要支付1个月的补偿金，总共21个月，对吗？这位张律师。懒得理会白痴一样的罗副总，我将矛头对准了公司法务。罗强和 HR 也是盯着法务，眼看大家都等着他的答案，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道：“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听到法务的准确答复，罗副总急了：“你去外面打听一下，哪个公司会赔什么2N+1的？这次裁员，我提出2N+1的补偿，谁知老总突然大发雷霆：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你去外面打听一下，有哪个公司会赔偿2N+1的？公司无故辞退我，我的要求就是2N+1，否则免谈。”王鹏，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你也知道，如果给了你2N+1的赔偿，后面裁员大家都会这么要求，公司无力承担，我最多只能给你N+1的赔偿，但是离职日期就是昨天，今天你没有工作，不计入工龄计算，这总可以吧？而且你离职了总要找新工作的，有点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就这么多，我们 HR 圈子基本都认识，你要是闹得太难看，对你也不好，要是闹僵了，公司把你拉黑，到时候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HR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脸上都是阴谋即将得逞的愉悦。听说他在上一家公司独自一个人完成了裁员1500人的壮举，而且补偿基本都没给多少。抱歉，离职手续办完我就不准备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了。我家里也有几个民宿，等结束了打算回去拾花弄草，直接躺平养老了。王鹏，你到底想怎样？难道真要跟公司死磕到底吗？我不想怎样，我只有一个要求，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协商不成，我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包括诉讼，耗时间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成本。反正不做了，我有的是事情和钱陪你们慢慢打官司，而且我可以明确告知，但凡走到这一步，最后的判决书我一定会公布在网上。 HR 和罗副总见我软硬不吃，两个人的表情就像吃了屎一样难看。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但到最后无一例外都来求我背调说些好话。你还年轻，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我们的补偿方式，这样对大家都好，不是吗？这位 HR，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2N+1，不然免谈。那就别谈了，我告诉你，公司已经和你解除了劳动关系，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要我离开可以，手续咱得办，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证明，在此之前，我只能继续工作了。罗副总彻底绷不住了，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你没什么能做的工作了，离职证明等下给你，你马上去收拾东西。我冷笑着走出了会议室，刚关上门就听到他们摔杯子的声音。就这一点水平吗？等我回到办公楼层，发现门禁卡都进不去了，于是赶忙给关系好的 IT 技术部主管打去了电话。老李，我的门禁卡怎么进不去了？小王啊，刚刚 HR 的柳青给我发消息说你离职了，让我把你的权限都删除了。怎么，你还没走啊？赔偿都没谈好呢，我这不是打算先收拾东西吗？那真是不好意思，不过这是 HR 的吩咐，我也没办法，我先帮你开通门禁，你进来收拾东西吧。都是打工的，这也怪不得他。等我刚收拾完个人物品 ，HR 就扭着腰朝我走来，将离职证明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拍在桌上，拿着，慢走不送。我拿起一看，他给我写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懒得跟他争辩，将单子收好后，我准备离开，才发现他身后还跟了个保安。王鹏，鉴于你已经不是本公司员工，所以我派安保人员送你出门，没问题吧？刘青此刻就像是斗胜的公鸡，仰起头高傲地看着我。送我出去没问题，倒是辛苦这位兄弟了。不过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我的工作不交接真的没问题吗？不用了，罗总说了，
你的工作随便找个新人都能干。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公司。那就麻烦在交接单上签字吧，免得以后说不清。柳青看都没看就签上了名字，仿佛有着绝对的自信。不过是个臭打工的，真当公司离了你转不动啊？没有在意他的话，我拿起东西就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0年的公司。辞职在家躺了1周，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我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这时老李的电话正好打过来。小王啊，你走了之后，你的岗位他们这周面试了20、30号人，招聘公告都写的高薪面谈，你猜怎么着？人来了，他们开价3000，还要做6休1，有好几个拍桌子，骂他们脑子有问题，就直接走了。这个新来的罗副总确实病得不轻，之前老板最重视技术能力和开发能力，现如今只要你 PPT 做得漂亮，随便就能安排个主管和部门经理的职位。之前那些技术大佬，现在反而成了基层员工，开会的时候连话都不让说。唉，谁说不是呢？你离开短短1周，技术人员就裁掉了30%，现在剩下的人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赶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又以开支过大为由，将下午茶、咖啡全部取消。现在的茶水间只剩一个热水壶，美其名曰多喝热水对身体好。更过分的是，之前加班到11点后，打车回家公司全报销，现在不能报销也就算了，连加班工资都没有，还说是因为个人工作能力不行，和公司无关。就让他们作妖吧，我看公司还能撑多久。刚挂断电话，一条好友申请就弹了过来。我是新入职的何旭，麻烦你过来跟我交接一下。莫名其妙，当初柳青自己说的不需要交接，现在可不关我的事。我直接就退出了界面，懒得搭理。在我第10次拒绝何旭的好友申请后，罗副总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王鹏，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是罗副总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你工作都没交接，后台账号也没留下，你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呢？罗总，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交接单是柳青签字确认的，有什么事你去找他解决，不关我的事。王鹏，你工作都没交接，后台账号也没留下，你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呢？罗总，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交接单是柳青签字确认的，有什么事你去找他解决，不关我的事。王鹏，后台账号呢？赶紧交出来！这女人怕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吧？还当她是领导呢？签字了自己不会看吗？眼睛不好就去治。你私自带走公司后台账号，万一出了问题，公司会起诉你的。瞧你这话说的，账号我可没拿走。那天我人都没出会议室，你就让人把我所有的权限都锁了，电脑也给我收走了。我唯一带走的就是我的个人物品，剩下的我可不知道。我离职的那一天，电脑被收走后一直放在库房没动过。不过可惜，因为工作原因，就算出门也要带着电脑。我怕电脑丢了，就把账号保存在一个加密文件里，密码是12位英文数字加符号的组合。就算他们找到文件，解密还是个大难题。王鹏，你这是犯罪知道吗？马上把账号交出来，不然我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罗总的音量陡然提高，我能听出他已经急眼了。既然这样，那你去报警吧。不等他说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什么玩意，还想威胁我？小王啊，你现在可出名了，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你的事情。老李，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就不怕他们知道把你也开除了？他们现在可不敢开除我。我跟你说啊，公司新的版本马上就要上线了，但是后台进不去，又找不到密码。刚刚让我们想办法破解密码呢。罗强和柳青2个人被你气得不轻啊。跟老李随便聊了几句，我就把罗总的电话拉黑了。劳动仲裁很快就迎来了第1次调解，公司方面依然是柳青和罗强这对组合。柳青表示，公司最多能给我的就是 N+1的补偿，但有个前提，需要我配合后台的交接工作。他们应该是实在没办法了，新版本上线已经拖了好多天。罗强作为主管已经收到了警告，如果因为这个事导致新版本无法上线，他就自己滚蛋。何斌作为我的代理律师，直接拒绝了他们这种无耻要求。我们不接受对方的无理要求，按照劳动法应当支付我当事人2N+1的补偿，也就是21个月的工资。按照我当事人当前的工资3万1个月，应当支付63万元。另外还有公司有3个月没有支付我当事人的加班费用，这部分我算了一下，应当支付2.7万元，2笔费用总额65.7万元。听到要赔这么多钱，罗总急得直接打断了律师发言。加班是因为他工作效率太差，难道要公司为他的能力差买单吗？该不会弱智吧？我实在是忍不住，这人太找骂了。你懂技术吗？我们的代码你看得懂几个字？新版本上线该怎么操作，知道吗？你就舔个大脸坐在主管的位置上，屁都不懂，就知道天天去跪舔总经理的屁股。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爱好呢？你出去看看其他同级别公司的运维拿多少工资，加班是怎么算的，也不知道公司看上你什么，非要你来做这个主管。罗强打死都没想到，在公司一向默默无闻的我会指着他的鼻子骂，而且骂得这么难听，连仲裁调解的工作人员听到都忍不住嘴角挂起。
只能用手遮住，免得被发现。谁给你的权利跟我这么说话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他整个人就像个胡萝卜一样，血气上冲，整个脑袋通红。我决定再给他加把油，于是上下打量着他。怎么还不服吗？那你告诉我，操作新版本更新上线的步骤是什么？说你蠢就认，挨打要立正，你主人没教你吗？你！他翻过桌子朝我冲过来，想要打我，眼看着他的巴掌就要落在我的脸上，工作人员一把将他抱住。可恶啊！拦他做什么？我的车要没了。于是抓紧把脸往上凑，可惜还是晚了一步。眼看事态逐渐失去控制，仲裁员也只能宣布第一次调解结束，让我们各自考虑一下是否接受进一步调解，也可以直接走诉讼流程。当天下午，我和律师就去递交了诉状。可就在第二天早上，罗强又联系我，提出想要和解。王鹏，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后台账号的密码交出来？10万，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我这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姓王的，你这是敲诈，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吗？王鹏，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公司的密码交出来？10万，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我这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姓王的，你这是敲诈，你疯了吗？我说了，这不属于我和公司的纠纷范围。工作交接的时候是 H2000的字，我清清白白的离开公司。现在你要求我帮你干活，不给钱还想白嫖，你做什么白日梦呢？我隔着电话都能想象罗总恼羞成怒的样子，可惜他已经气得挂了电话。刚喝了一口水，柳青的电话又打了进来。王鹏，你只要愿意配合交接，你的补偿金可以重新谈。你说你跟公司闹得这么僵，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先按照之前调解时我们提出的方案赔我补偿金，我再考虑你的这个要求。柳青听我这话直接沉默了。正当我以为他又要拒绝我的时候，他突然答应了。行，什么时候签字？这就同意了。怎么，你还不乐意了？你处心积虑针对公司，不就是为了拿到钱吗？好吧，下周再说。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能不能拿到钱我倒无所谓，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想故意拖延时间。到了约定的日子，他们倒是很爽快的就签了字。财务当着我的面把65.7万转进了我的户头。钱已经给你了，什么时候把后台密码给我？那是辞退我的补偿金，这个的另外算。之前说的是10万，现在给你们个友情价，给个5万就行。什么？你还想要钱？两位财神爷，我这价格童叟无欺，你给我转5万，我马上配合你们。后续如果还需要我协助，一次5000，付款后立马远程协助，怎么样？够实惠吧？听到我说的话，罗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但是他没办法，只能答应。柳青阴阳怪气的讽刺道：年轻人，你这种处事风格迟早会害了你，以后有哪家公司敢聘用你？你不说话，我都把你给忘了。那个离职证明，你给我写的是能力太差，不适合本职工作，对吧？你这样写可不行，耽误我的前程。你得给我开个新的，不然要帮忙就不是这个价了。我话刚说完，就收获了2个瞪着眼睛的大傻子。虽然很生气，但是柳青拿我也没办法，只能重新给我开了一个离职证明。好了，你要求的事我们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可以干活了吗？没问题，跟我来吧。既然收了钱，我就要把服务做好。我几乎是手把手教何旭把账号密码找到后，又一步步带着他更新了新版本。我能看出来何旭什么都不会，根本就是个没接触过代码的新手小白，但他就像个好奇宝宝，每一步都要问我为什么，实在是懒得解释，只能告诉他先把步骤记好，不懂再去问万能的网友。罗强胆子真够大的，这种小白都敢招进来，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可就让他哭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何旭就发信息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懒得回复，锁屏后我就接着睡。没多久，他看我没有答复，就打了电话过来。你干嘛不回我消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能直接网上搜一下吗？我这里咨询是要收费的，罗强没告诉过你吗？你都被公司开除了，还在这里装什么臭要饭的？什么钱你都敢要啊？以后你咨询的问题一次1万，没钱就别来烦我。说完，我很干脆的挂断了电话。就是惯的，他以为他是谁，还敢这么跟我说话？小王啊，那个新来的何旭不知道在网上查了个什么代码，连测试都没有做就直接执行了，公司的软件直接瘫痪了足足1周才恢复。不是吧？这种低级的代码他都不会，罗强是怎么把他招聘进来的？我跟你说，听说这人是罗副总的外甥，硬塞进来的。这就难怪了。期间罗总也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忙恢复，我告诉他因为他外甥骂我，现在心情很不好，能不能恢复我不敢保证，但上门一次5万，如果弄好了再付10万，弄不好不退钱。罗强直接大骂我趁火打劫，然后就找其他人去了。这1周公司损失惨重，整个技术部门都去找总经理要求处理何旭，否则技术部门全员辞职。最后总经理扛不住压力，把何旭辞退了。经过这个事情，罗强也觉得小白不能用，否则一旦出了纰漏，连补救都来不及。于是他想从竞争对手那边挖个运维过来，
可人家一听是这个公司要挖人，直接提出了要么月薪6万，签永久合同，并且要订保证书10年内不辞退，否则根本不愿意来。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月薪5万、永久合同加上10年不辞退为代价，才招到了一个人。紧接着罗强就炫耀似的给我打了个电话，以后公司就不用你了，别以为离开你公司就赚不了，我看你没收入能撑多久。罗副总，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赔给我这么多钱，又花了这么大笔钱招了个人，也不知道你在炫耀些什么？难道你是跟公司有仇，还是说就是个纯种的憨货？小子，你别得意，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你信不信？我当然信了。不过罗总，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小子，你别得意，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你信不信？当然信了。不过罗总，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什么事？离职那天我就说过，如果公司执意辞退我，我会把劳动仲裁的判决书发到网上。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公司这次裁掉多少人是没有赔偿的。你跟刘青两人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很多人签下不公平的离职协议。罗副总，你应该也拿到了不少好处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姓王的，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这么快就心虚了？不过这都是你们惹我的后果，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免得污言秽语进了我耳朵。我遵守 HR 找我谈话那天我说的承诺，在收到钱后，我就将调解书和收款信息发在了网上。在我之后遭到裁员的同事看到后，都发现自己太好说话了。甚至有同事的家人正在治病，因为被公司辞退，一下就断了经济来源，补偿金又不够多，支撑不了高昂的治疗费用后不幸离世的。他们以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和用行业拉黑威胁签署赔偿协议为由，对公司和柳青提起了诉讼，人数足足有168人。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诉讼一下子引起了舆论和公众的注意，所谓的行业拉黑也浮出了水面。经过调查发现，柳青大学毕业就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他将所有认识的 HR 都拉在一个群里，名字叫滨海 HR 红黑榜。红榜是那些被辞退的时候很好说话的人，基本不需要支付多少补偿就能轻松拿捏，而黑榜是那些和他们 HR 产生过冲突，或者在辞退过程中有诉讼和劳动仲裁的黑历史，这些人就高挂黑榜之上。一时间，除了对柳青的声讨，连带着公司也上了热搜，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司直接解雇了柳青。柳青刚落魄地走出公司大门，就被刚好到达的警察戴上了冰凉的手铐，而我拿着这一大笔赔偿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天我躺在金黄的沙滩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罗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真晦气，怎么到了国外还没躲开这憨货？带着一丝郁闷，我接通了电话。罗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王鹏，公司的后台又崩溃了，技术部已经休了1周，实在没办法。老李说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你处理好的，你赶紧过来一下。听到他又遇到了倒霉事儿，我倒是心情好了些。我在国外呢，你不是招了个大神吗？让他处理不就行了？王哥，你是我亲大哥，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为难我，再这样下去公司就完了。你说要多少钱才肯来帮忙？你耳朵不好使吗？都说我人在国外，怎么帮你？再说公司这么有钱，你随便发个任务单出去不就好了？没事别来烦我。罗强见我拒绝，忍不住求情。就当我求你了，你也在公司干了10年，难道你忍心看着公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垮掉吗？小事你找我干嘛？找何旭去啊？他不是有本事吗？我对公司是有感情，可还不是被你们开除了？王鹏，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格局？直接说吧，你愿不愿意回来帮忙？罗强还是装不下去，撕开面具露出了嘴脸。关我屁事，不行就倒闭算了。挂掉电话，我继续欣赏着比基尼美女。看我态度坚决，罗强只能找其他人给我打电话游说，甚至连那位新任总经理都打来了电话。小王啊，裁掉你这件事是罗副总私下决定的，他并没有上报。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裁掉像你这种为公司奉献10年之久的老员工，对此我深感歉意。这次公司遇到了大难题，你看能不能回来帮忙一下？你是新上任的总经理吧？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说再多也没用。况且我人都不在国内，也没办法帮到你，你说是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马上给你订头等舱的机票，往返的机票我全报销，你就回来帮公司一把。结束后，你还可以坐飞机继续你的旅程。总经理的语气听上去倒是挺诚恳的，但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裁员没有他点头谁敢动？罗强这种人完全不懂技术，却一直主管着运维这种技术部门。要说罗强不是他的人，打死我都不信。真的很抱歉啊，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旅途劳顿我也吃不消，我都离职半年了。你们公司的事就自己解决吧。见我软硬不吃，他也撕下虚伪的面具，开始对我叫嚣。我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马上给老子滚回来，要不然我让法务部起诉你，所有的损失都要你一个人来承担。我承担个屁啊！我都离职多久了，这还能把锅甩我头上？于是我也不打算跟他客气，直接骂道：我都离职了，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的逼脸挺大，你妈生你的时候把胎盘养大吗？跟我说话客气点，你个老壁灯！不给他回嘴的机会，我立马按下了挂断键，心里那叫一个爽。经理，
王鹏这小子软硬不吃，公司的服务器又陷入瘫痪，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还不是你跟柳青干的好事，这种硬茬就别去招惹，你干嘛还要把他给裁掉？现在我哪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是请示过你了？你说把能换的都换掉，我这才大刀阔斧的裁员。这位总经理刚上任就命令 HR 部门的利刃割向了工龄3年以上的员工，理由是3年以上的人薪资待遇高，造成公司运营成本增高。而且这个新任总经理认为这批老员工入职比较早，关系错根盘结，他不好彻底掌控公司。可他哪里会想到，裁员竟然裁到了大动脉。裁员也要看情况，那些有能力干实事的人，我们挖都来不及，你干嘛要去裁掉他们？他1个月工资3万，天天就在那里玩电脑，我哪里知道他这么重要，还这么难缠。HR 柳青已经被抓进去调查了，我就怕他供出什么来，到时候咱们也不好过啊。这个女人我倒是不担心，影响不到我们。她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收取被裁员工的好处，这都是她自找的。我就怕董事长怪罪下来。你赶紧想办法把公司的服务器修好，不能再拖了。之前运维都是王鹏在负责，其他人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不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就算他要价再高，我们都答应，只要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就行。罗强点点头，于是又一次给王鹏打去了电话。王鹏，你先别挂电话，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回来帮公司的忙？你这人有毛病吧？都说了我没空，你干嘛老是抓着我不放？10万，只要你愿意回来把服务器修好，这10万就是你的。老子不稀罕，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别来烦我。王鹏，你到底要多少钱？说个数。多少钱都不回去。你跟总经理不是很有能耐吗？不是说要告我吗？我等着就是了。由于我不肯帮忙，这次后台系统崩溃足足持续了10天之久。后来他们没办法，找了个大公司的大神接了私单出来帮他们修复好，足足花了30万。花点钱还是小事，关键这次事故导致公司的客户流失了1大半，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事后董事长直接下令严查这件事。你们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短短1个月，后台又崩溃了4次，每次都持续2、3天。现在公司损失了大量的用户，好几个股东都要求退股。董事长，我也不想这样的，本来我是想降本增效，裁掉一些不重要的老员工，可谁知道新来的对业务不熟悉，操作失误，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我1年80万请你过来干什么吃的？谁叫你们裁员的？那些都是跟了我10多年的老员工，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你们就这么把人给裁了？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董事长，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够了，这件事我会派人彻查清楚。1个月后，王鹏心情愉快地从国外回来了。老李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上门来。王鹏，公司出大事了，你想不想知道？我这刚回来，你这么着急见我干嘛？是不是公司要倒闭了？没倒闭，不过也差不多。新上任的总经理和罗强都进去了。啊，他们怎么进去的？快说说什么回事？罗强把你裁掉后，又陆陆续续裁掉一大批老员工。在这之后，罗强又从滨海计算机学院招了一批见习生，可他还是没认识到新人没有经验，如何能维护这么庞大的系统后台呢？技术工作本来除了本身的能力外，还需要认真仔细。罗强根本就不懂技术，还要去管理技术人员，在这种背景下还胡乱开除老员工，公司不出问题才奇怪。谁说不是呢？因为他胡乱裁员，公司内部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后来董事长出面才化解了危机。罗强还想把锅甩到新来的员工身上，但老板又不傻，很快找人暗中调查，发现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老板气不过，将总经理罗强还有被开除后的柳青一起告上法庭，起诉他们3人联合做空公司，导致大量资产和用户流失，最后公司差点破产，是商业间谍行为。不是吧？我以为只是裁员问题，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内幕。我还没说完呢，最后查出来，这个总经理在职期间多次操作人员任职和收受第三方的红包，罗强更是在设备的更新上直接购买其他公司的退换2手设备，按照全新的价格，甚至还加价卖给公司。他们2个的胆子也真够大的，那董事长还不拔了他们一层皮？比这严重多了。最后经过审理，总经理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还要退还违法所得和罚款500万元，他不得不卖掉别墅来偿还这笔款项。而罗强被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同样退还违法所得，罚款200万元。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有个爱好，赌博。他之所以胆子这么大，完全是因为赌资欠的太多，被讨债追得没办法了。这下又要退钱又要罚款，他根本拿不出钱来。那 HR 柳青呢？还又是什么问题？至于柳青，他的事情很复杂，除了要支付赔偿侵犯他人隐私的钱外，那些被他拉进滨海 HR 红黑榜的人，天天上门找他的麻烦。最后她老公受不了跟她离了婚，现在没有一个公司敢聘用她。唉，我曾经以为我会就这样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本身互联网企业的薪资不低，我还计划着45岁就提前退休。可惜老板请了罗强和柳青这个人才，这一波操作下来，公司也彻底凉凉了。没错，我也打算辞职了。
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前景。我已经物色好一家公司，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面试？行啊，希望下个老板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你之前的月薪是3万，现在我给你开6万，你愿不愿意回来继续帮我做事？被公司裁员后，老板以双倍薪资重新聘请我。再次入职的第3天，我正常到公司上班，却发现门禁卡进不去。好不容易找同事开了门，人事把我拦住，还扔给我一个红包。你被裁员了，这是你3天的工资，还有提前3天通知的补偿。我们研究过了，这么操作合法合规，拿着这些钱回家带孩子去吧。合法合规，感情还是做过功课，有备而来。我笑了，黑心老板懂点法，但不多。那这一次新账旧账一起算。老板的小舅子双手抱胸，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我揉了揉太阳穴，十分头疼。这个陈浩没什么能力，仗着是老板的亲戚，经常对我们这些老员工指手画脚的，脾气急了就会说些你信不信我把你开了，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之类的话。一开始大家还会跟他据理力争，时间久了也就不把他当回事。陈主管，客户还等着我调试系统，我先去忙了。昨晚上线新系统，加班到凌晨3点，我的头痛的不行，根本不想跟他纠缠。说完这句话，我就绕过他，急着回工位工作。半年前公司效益不好，我被裁员了，结果补偿金还没捂热，老板就亲自到我家说公司接了个大单子，有起色了，要以双倍工资请我回来，而且还会给我项目提成。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你以为自己有多牛，还敢拿双倍工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配不配？我刚打开电脑，陈浩就跟了过来，伸手在主机开关上按了一下，电脑屏幕顿时黑了。这下我不淡定了，客户还在等资料，他要无理取闹也不能影响项目啊。工资是老板开的，你有意见可以去找老板。还有，我现在急着调试数据，你不要影响我工作。听不懂人话吗？你被开了，什么工作？不用你做了。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啪的一声拍到我面前。这是辞退通知书，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他昂着脖子，像一只斗胜的公鸡，底气十足。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薄薄的 A4 纸上，白纸黑字写着辞退通知书5个大字。这是在搞什么？老板纡尊降贵的3顾茅庐，用之前的双倍工资把我聘回来，这才3天又把我辞退了。我下意识觉得不可能，更倾向于这是陈浩的恶作剧，毕竟这人没什么底线。但今天也不是愚人节，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点。手机不断震动，我瞄了一眼信息，客户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我很想先把工作处理了，数据不调，客户那边验收不过关，这个项目就会打水漂，公司不仅收不到尾款，还要承担项目亏损，甚至还会被起诉赔偿巨额违约金。可看这样子，事情不解决，他也不会让我工作。你把我开了，老板知道吗？他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上下巡视我。熬夜把脑子熬坏了吧？老板不同意，我能开辞退通知书给你。这时，周围的同事开始窃窃私语，都在替我打抱不平。不会吧？王鹏才回来3天啊，没日没夜干了3天，刚交付项目就又被裁了。王鹏一毕业就到咱们公司了，工作10年，半年前公司说裁就裁，结果老板接了项目后又以双倍薪资把人请了回来。我还夸老板有良心，现在又闹的哪一出啊？还看不明白吗？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鸿门宴啊！大家的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都清晰地落入我的耳中。尽管事情到了这一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之前，我还是不想直接下断论。我拿起辞退通知书，转头对团队的同事说：“大家继续自己手上的工作，我去处理一下这件事。”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自己进去找老板问个清楚吧。他敲了敲门，开了一条缝，下巴一抬示意我进去。老板见我来了，神色有些不自然。那个小王啊，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徐总，你小舅子说公司把我辞退了。这件事我知道。小王啊，公司效益不好你也是知道的，前阵子被罗强和柳青搞得差点破产，这个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几天前老板亲自上我家，说公司接了个项目，经营好转，要以双倍薪资请我回来上班。当时的我虽然心有疑惑，但更多的是感动。老板平时为人虽然很抠，10几年来光给我画饼了，升职不涨薪，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老员工了，可以说是公司的创始元老也不为过。现在用工成本高，不开这个薪资根本招不到人，你先忍一忍，等公司运营情况好转了，我立马给你涨薪。为了安抚我，老板还赠予我5%的公司股权，要与我共享收益。放心，你对公司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我不会亏待你的。只不过这么多年，公司从未分过红，财务账面上都是亏损。这次高薪聘请，我以为终于等到了春天，结果是在这给我埋了个坑。我倒想听听他又要扯什么理由。徐总，那你这次把我聘回来，又是为了什么？是这样的，之前我让财务做了预算，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公司就能扭亏为盈了。但是他重重一拳敲在桌上，但是财务竟然算错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也敢给我捅娄子，你说说是不是该罚？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小王啊，你还年轻，公司现在自身难保，我实在是不想耽误你，所以你还是另谋高就吧。这番话下来，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同事们分析的没错，这就是一场为我而设的鸿门宴。兜里的手机疯狂震动，刚刚我给客户发信息说10分钟后和他对接，但现在已经过去15分钟，1个小时后就是交付验收的最后期限，客户已经等不及了。我的心中窜起一股无名火，没有提醒老板，这个严重到会让他真正破产的后果。另谋高就可以，但公司要把上次的裁员补偿金以及这次的裁员补偿金一分不少的打到我的银行账户。我在公司待了10年，月薪3万，按照法律规定，补偿金是2N+1，合计31个月的工资，也就是62万。老板一听也不装了，冷着脸，上次的裁员补偿金是你自愿归还的，你现在还想要回去，做什么白日梦？感情他把我骗回来，就是为了我的辞退赔偿金，还真够虚伪的。但是你能拿得走吗？喂，你开除我可以，但必须把辞退补偿金给我。上次的裁员补偿金是你自愿归还的，所以不能还给你。至于这次开除你，是因为试用期工作不达标，公司辞退你合法合规，能给你结算这3天的工资，再给你提前3天通知的补偿，已经仁至义尽，再多你就太贪心了。我在这工作了10年，作为技术总监，技术部门的架构从0到1都是我亲手搭建，凭什么说我的工作不达标？我来公司也不是1天2天了，这个理由我是不接受的。哎，瞧我这记性，事情太多，我给记错了，你是因为旷工才被开除的。说着，他朝门口一喊：“那个陈浩，你进来一下。”陈浩一直在门口偷听，听到老板叫他，立马屁颠颠的走了进来。你把王鹏旷工的证据给他。姐夫，我早就准备好了。陈浩说着就拿出一张表格，知道你不会轻易认账，这是你入职3天以来的打卡记录，除了第1天上班时有记录，其余时间没有一次打过卡。法律有规定，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王鹏，公司能给你3天的补偿金，你就该偷着乐了。我简直要被气笑了。我一回来，项目就剩3天工期，为了赶进度，这3天我和团队直接住在了公司，根本就没回过家，当然不存在上下班打卡的说法。而这一切，老板完全知晓，现在竟然拿这个说我旷工。这几天我白天黑夜的做项目，一直都在公司，这一点很多同事都可以为我作证，你们也可以去查监控。我估计你还没看过公司规章制度吧？公司考勤制度第5条，员工上下班以打卡为准，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书面审批。技术人员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不像其他部门有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因此在考勤这块是特殊化的，并且当初考勤制度还是我亲自起草的，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对上我狐疑的眼神，陈浩嘲弄一笑，还自诩公司元老呢，连公司的规定都不知道。新规昨天下班前就发布了，生效时间追溯到3天前。是啊，王鹏，公司对你还是网开一面，给你留了余地。要是你昨晚打卡就没这事了，是你自己无视公司规定，错过了最后的补救时机，这能怪谁呢？我拿出手机一看，果然公司内网发布了考勤新规，时间是昨天下午6点。可那会我正为项目焦头烂额，根本就顾不上去看内网。这种新规发布，按正常情况是要提前宣贯的，而不是这样静悄悄在内网一挂了事。很明显，新规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双拳紧握，快控制不住要爆发了。老板见状，假意接了个电话：“我还有事，小王啊，你有什么疑问就找陈总跟你对接。这2天把工作收尾交接好，咱们好聚好散。对了。”老板像是忽然想到什么，语重心长地警告我：“这个圈子就这么大，你还年轻，前途无限，别把路走窄了。”这明显就是在敲打我，外加威胁我，意思是我要是反抗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他就会在圈子里抹黑我，让我找不到工作。他以为3言2语就能摆平我，可他忘了罗强和柳青是怎么在我这里栽跟头的。说实话，这点补偿金我还真的不在乎，我家里有几栋民宿，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我愿意把赔偿金还给公司，就是对公司还抱有希望。但是看老板这副嘴脸，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徐总，你用双倍工资把我请回来，就是为了骗我归还之前裁员的补偿金吧？你明知道我的情况，这样做不怕遭天谴吗？10年来，我一直对老板尊敬有加，哪怕心里有怨言，至少面上是和和气气。这还是我第一次指着他的鼻子骂。老板也傻眼了，他在外面或许威公屈膝，但在公司一直是一言九鼎，被我这么一吼，顿时就觉得失了颜面。我念在你跟了我10来年才网开一面，没想到你如此不识好歹。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用给你留情面了。陈浩，通知所有的合作方，王鹏因工作失误被我司开除了。以后，老板话说了一半，电话突然急速响起，他皱着眉看了一眼，瞬间喜笑颜开。张总，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片刻后，他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肯定没问题，不会耽误项目的。挂断电话后，他啪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拍。刚刚张总给我打电话，说项目还有问题没解决。王鹏，你怎么回事？这就是你作为老员工的担当和态度吗？你要是这种工作态度，去哪里都不会长久的。还有最后40分钟，再不解决问题，你们就都等着喝西北风吧！我眼睛都没眨一下，拒绝道：“我做不了。”老板顿时暴怒，要不是打人犯法，我感觉他能抡起椅子将我砸得头破血流。
什么叫做不了？早上我刚要和张总对接，可你的小舅子拦着不让我做，还把我的电脑关机了，说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要我立马离开公司，什么事都不让我碰。陈浩原本站在一旁看戏，冷不丁被点名，脸色一白。蠢货，我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别急，好戏还在后头，敢坑我，你就等着哭吧。嚯，甲方那边还等着验收，你把项目负责人开除了，现在找谁去交接？我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这点小事你都能给我搞砸了。姐夫，不是你说要尽快把人弄走，现在出事了你又赖我。老板一个眼神过去，他诺诺住了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小王啊，开除你这件事是他做的不对，等下班后让他请你吃个饭赔罪，你看行吗？不用了，既然公司想要开除我走就是了。我脸皮还没那么厚，非要赖着不走。好聚好散也好，但是张总的项目是由你主导的，这最后一班岗你还是得站好，这是对公司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你说是吧？站好最后一班岗当然没问题，但我现在状态很差，恐怕没办法集中精力调试系统。话说到这个份上，老板也听明白了，到底是生意人，他只拧了下眉，就直截了当的问：说吧，你有什么要求？很简单，我只要拿回我该拿的。这个项目由我带着团队一手包办，短时间内根本无人可替代我的角色。老板也是意识到这点，一咬牙：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项目完美收官，我就把这几天的工资结给你，还额外给你1个点的项目提成。你拿1个点就想把我打发了，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1个点也有10来万了，你别不知足。好，那我之前归还的裁员补偿金怎么算？还能怎么算？公司会补偿你1个月工资，别再跟我讨价还价了。老板，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小。我之所以愿意主动归还之前的裁员补偿金，是因为你跟我说，如果我回来，不仅给我涨薪，还视同从未解除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现在公司无故辞退我，而且是违法裁员，需要支付我2安的补偿金。我一共入职10年，也就是21个月的工资。我现在的月薪是6万，补偿我126万，咱们好聚好散。不可能！老板气得眼睛都要喷火了，把桌子拍得砰砰直响。你这是敲诈！别以为你现在捏着我的软肋，我就会妥协，不可能的。再说公司的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年年亏损，我去哪弄这么多钱给你？这个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又不急，没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可以等。敢在我面前哭穷，平时喝的茶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500万1公斤，就这消费水平，说公司连年亏损，谁信呢？时间又过去了10分钟，客户的电话再一次打来，老板垮着脸接起，一顿陪笑后向我妥协。这个要求我确实是做不到。这样吧，裁员的事情就此作罢，合同也按照之前答应你的，不改变工龄，只涨薪。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第一次被骗是单纯，但同样的陷阱，如果第2次踏进去，那就是蠢了。显然我并不是那种蠢货。再说都已经撕破脸，继续在公司待下去，他们会有几百种方式恶心我，逼我离职。好马不吃回头草，有些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够了。我的要求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拿到该拿的补偿金，我立马去调试系统。老板的脸色逐渐铁青，见我丝毫不为所动，他咬牙：先给你50万，公司账上目前就这么多钱，剩下的等公司收到项目款再结给你。不等我反应，他继续威胁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年轻人做事要看长远，要是公司因此破产，别说50万，你1个子估计都拿不到。老板平时处处注意吉祥话，还立了规矩，但凡员工说一次类似倒闭、完蛋等之类的词，就罚款50。现在他连破产这种话都说出口了，显然是气坏了。但有一点他说对了，今天如果公司破产，别说50万了，我连1个子儿都拿不到。没问题，但我要收到钱后再去做收尾工作。行，去通知财务，给他打钱。老板一脚踢翻垃圾桶，冲呆愣的陈浩怒吼：你是死人吗？没听到我说什么？还不快去！想看公司开天窗吗？陈浩愤愤转身，出门前还不忘瞪我一眼。不出3分钟，手机短信提示入账50万元，目的达到，我识趣的起身出门。回工位的路上，我按下录音结束键，并把录音文件做了备份保存。从我进入老板办公室开始，我就开始录音了。之后所有的一切，既是真心，也是为了套话，为了留下证据保全自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的这一切无比正确。到了工位，我只花了5分钟就修复了办，项目很快被验收。客户那边负责项目的对接人给我打来电话：王鹏，你太牛了，这次项目做得很完美，老板十分满意，后续的系统维护就要继续麻烦你了。感谢认可，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对接了，就在刚刚，我被裁了。后面公司应该会安排新的技术总监负责后续工作。什么？我说怎么刚刚你突然消失了？急得我都去找老板。你们公司为什么开除你啊？我还没来得及回复，陈浩带着人事部的同事强行把我的电脑以及工作文件没收。王鹏，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赶紧收拾东西滚，别再让我看到你。我刚交接完项目，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把我赶走吗？鹏，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别再让我看到你。我刚刚给公司挣了1000万，这么着急赶我走啊？你刚刚还敲诈了公司50万，怎么还不舍得走吗？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什么敲诈？你别血口喷人。那50万是公司裁掉我的补偿金，我拿的合情合理，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不想跟你这种人废话。总之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马上给我走人。他一脸的得意，把刚刚在老板那边受的气全部发泄在我身上。我也没生气，他只是个工具人而已，没有什么话语权。仗着是老板的小舅子，在公司作威作福，我早就习惯了。只是团队里的同事听了，一个个拍桌而起。不是吧？真把王鹏开除了？理由呢？公司凭什么无缘无故裁人？裁员还需要什么理由？上次裁员就莫名其妙的，这次又来，真把人当猴耍呢？我特么也不干了，这么多年也不涨工资，没日没夜的加班，也不给加班费。我那些同学的工资早就超过我了，要不是王鹏在，我老早就跳槽了。没错，简直欺人太甚，我也不干了。同事们的积怨已久，我刚回来3天，再一次被裁员，就是点燃他们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行，都不想干了是吧？马上给我滚，一个个的！真以为公司离了你们就转不下去了？别忘了，是平台成就了你们，别真把自己当跟葱。现在外面工作多难找，你们是真的拎不清。现在离职，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求我。反正都不想干了，同事们也没惯着他。狗仗人势，你神气什么？到时候哭的人是谁还不知道呢。姓陈的，我忍你很久了，不就是仗着老板是你姐夫，一天天不干人事，整天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你又算哪根葱？好好好，你们都给我等着！陈浩没想到平时只知道埋头工作的理工男，此刻骂起人来竟让人招架不住，于是他放了句狠话就溜了。老李，谢谢你们替我出气，可他是老板的小舅子，估计你们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不干了，这小子我早看他不顺眼了。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去别的城市发展，有几家合作商跟我关系不错，我想去碰碰运气。马上去新城市开启新生活了，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哎，异地找房是真的好难啊，一直看不到合适的房子，又没办法实地一家家去看。想租房子，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省钱省心搬家，还送专业保洁。我看这上面品牌公寓、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这么多呢，而且还能视频找房，真房实景都能看，这不解决你的问题了吗？帮了我大忙了。而且想买二手房，推荐58VR 看房，线上就能挑，想看的细节全都有，超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离开公司后，我并没有急着找房子，而是直奔法院，打算起诉公司和老板。他们把我当猴耍，这口气我必然不会就这么咽下。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起诉之前，老板以公司的名义起诉了我，理由是敲诈勒索，金额高达50万。什么叫做贼喊捉贼？在老板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于是我立马提起了反诉，并提交了证据。开庭那天，老板和他的小舅子都来了。庭前调解时，我们出奇的一致，都拒绝调解。王鹏作为我公司的技术总监，在关键时刻不作为，并威胁敲诈公司50万，这件事我必须追究到底，否则我还怎么管理员工？我也不甘示弱，我治不了恶人，但希望法律可以。老板请的律师拒不承认非法辞退我，坚持说我是旷工导致的自动离职，并控诉我敲诈勒索公司，给予50万元，要求我返还50万，并赔偿公司100万元损失。旁观席上的同事们皆倒吸一口冷气。旷工？我们没日没夜干了3天，却被说成旷工，这也太不要脸了。老板他怎么敢的？真给我恶心坏了。那50万分明就是裁员赔偿金中的一部分。天杀的黑心资本家，还要求赔偿100万，他怎么不去抢？同事们纷纷为我作证，却被律师以利益群体为由进行反驳。在座的这些人因为个人恩怨，已经从公司离职，所以对公司怀恨在心。他们说的证词并不可信。法官敲锤采纳了意见。王鹏，就你这样还想敲诈我，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要是现在跪下来认错，我就撤诉，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1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你可要考虑清楚了。老板自以为胜券在握，说话毫不避讳，企图看我笑话，让我求饶。法官深深皱起了眉，警告老板不要在法庭上大放厥词，藐视法庭。老板马上闭了嘴，但脸上的得意毫不掩饰，就连陈浩也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法官，事实如何？我们听一段录音，再行论断。无偿帮助我的是一位年轻但充满正义的律师，他当庭播放了我提供的录音。我当事人所在的公司先是违法裁员，假意协商50万补偿金，后又为了拿回补偿金承诺高薪聘回，又再次恶意裁员，其手段之恶劣让人发指。公司这种恶劣行径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和稳定，简直是视劳动法于无。律师的话语掷地有声，老板眼中冒着熊熊烈火，他没有想到我竟然偷偷录了音。录音里清清楚楚地揭示了他的阴谋，就算他想否认也无从下手。情急之下，他索性破罐子破摔。我什么时候说过裁员了？王鹏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跟裁员有半毛钱关系吗？见我抿唇不语，他继续输出。你要说你没旷工，证据呢？
因为同事们的证词无法被采纳，老板这是笃定我拿不出别的证据了。我可以作证。庭审的大门被推开，甲方的对接人张静走了进来，老板顿时脸色惨白，颓废至极。在合作方的作证下，法官很快下了判决：星河科技公司因违法裁员，现需要支付给原告2N+1的补偿金，合计132万，除去已付的50万，被告人要在3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下的82万，立即执行。老板万万没想到，本来只是想要回之前裁掉我的63万补偿金，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不仅要加倍赔偿给我，公司的名声也彻底臭了，一时间气得满脸通红。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你给我等着，我要在全行业封杀你！彭，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你给我等着，我要在全行业封杀你！随你的便，别忘了132万，赶紧打到我的账户上。黑心老板恶意裁员不给补偿，我反手就把公司给起诉了。老板不仅要赔偿我132万，连公司的名声也搞臭了。几天后，我开上刚买的新车回家，就见同事老李站在我家小区门口。老大，我也被公司裁了，你那边有没有好的机会？不至于啊，老板也不傻，怎么会把你开了？我才刚替公司解决完问题，老板这么快就卸磨杀驴，他是准备把公司搞黄吗？唉，你走后，新来的技术总监太恶心人了，我这边刚出了个小 bug， 转头就被他报告给了老板。现在熟悉程序的也就只有你，老板把你开了，那维护咋办？不知道，反正被开就被开呗，这不是还有你吗？再说有 N+1的补偿，我已经很满意了。你怎么没要求2？这是你应得的。没关系，有 N+1就已经不错了，毕竟被裁员的时候，吃亏的常常是员工。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可以像我一样去申请劳动仲裁。不行啊，老板跟我说，如果我去申请劳动仲裁，他就不给我离职证明。我不像你，家里条件好，老婆孩子还要靠我养，如果拖上半年，我根本就耗不起啊。可恶，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负咱们打工人。王鹏，你小子啥时候买的新车啊？这宝马一看就挺贵的吧？贵啥呀？我这二手的才6万6呢，咱们这1个月的工资怎么买得起新车？而且现在新车掉价快，买二手车更划算。你在哪儿买的？瓜子二手车呀。那靠谱吗？我怕被坑。当然了，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没有重大事故、火烧、泡水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那行，等我拿到裁员补偿金了，我也去买一辆。什么？你的裁员补偿金公司还没给你吗？哪有这么容易？说什么还要等公司审批核对后才肯给我。看老李受到这样的欺负，我立马打电话给钱老板。徐总，你怎么把老李也给开除了？他写代码出了 bug， 被公司开除有什么问题吗？姓王的，别以为打赢了官司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都不在公司了，还想给你曾经的小弟出头吗？老李不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好一点？你看我不爽，也不能牵连到其他人吧？哪有你这样当老板的？你都不是我的员工，我开人你管得着吗？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眼看沟通无果，我也挂断了电话。2天后，我和老李一起去新公司面试，这家公司就是为我出庭作证的合伙人。我刚把简历递给公司没多久，沈冰就带着 HR 一起来找我。王鹏，小梅说你被 HR 群体拉黑了，要不是我跟你认识久，说不定你下份工作都找不到了。我被拉黑了？我不解地看向他。沈冰递给我一份共享文档，里面赫然有我的评价：王鹏，高级研发人员，为人好吃懒做，擅长摸鱼，到点下班，不建议录用。我再翻了下那份文档，却发现老李也赫然在列。李海明，中级研发人员，到点下班，解决问题能力不强，中规中矩，不建议录用。我越看越心惊，怒声问 HR 小姐姐：这份文档是从哪里来的？我从网上看到有个人说是资深 HR， 有很多资料共享，我就进他的群看看，还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这份永久有效的资料。我一看，原来这些都是陈浩发布的，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陈浩把我挤兑走也就算了，现在还发这种东西恶心人。难怪之前好几个被开的同事一直找不到工作，他们本身的技术都很过硬，可一到 HR 这里就卡住了。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我转身便给陈浩打去电话，向他讨要个说法。陈浩，你怎么能乱发东西，造谣公司之前几个离职的人？什么造谣？我没有造谣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说的是那份 HR 名单，什么不建议录用？你又不懂研发，凭什么给别的 HR 建议？陈浩一下就明白我在说什么，马上得意了起来。王鹏，离职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你们不好好离职，非要走仲裁，那我给你们贴上标签也没问题啊。陈副总，你别欺人太甚，我们只是拿回应得的报酬，这有什么错？我就欺负你怎么着？你只会给公司赔钱，还能干什么？现在找不到工作了吧？活该！挂断电话后，我赶紧把里面的一些关键资料截图下来。第2天，我便找了律师，带着我之前几位被裁员还找不到工作的同事，整理了一下针对陈浩的证据。当天就把陈浩和前公司又告上了法庭，包括我被裁时候的录音、关键资料的截图，以及他第一次给我的离职证明。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人事不能在离职证明上填写对员工不利的内容。在法庭上，
辩护律师还试图颠倒黑白，污蔑我们能力不足，但让他们提供证据的时候，他们却无法提供。毕竟我跟被辞退的那些伙伴都是认真负责的员工，他们当然拿不出证据。庭审结束，法官认为陈浩作为付费社群的组织者与名单的发起者，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责令当场解散他的社群，同时让前公司对我们公开道歉。至于他本人恶意公开员工信息、诽谤污蔑员工，已经涉及到了刑事犯罪，被检方提起了刑事诉讼，可能还要去里面蹲几天。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只是如果没有我来当这个出头鸟，那么受害的打工人又有多少？王鹏，以前公司可能要破产了，说是投资人觉得公司的管理存在问题，有财务风险，撤资了。对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看呢？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其实公司模式没问题，但是管理这块问题太大了，并且积重难返，没了当初蓬勃向上的气氛。尤其是我前老板，他提拔罗强、柳青等人，还爆出人事丑闻，不倒闭才怪呢。确实是这样的。随着陈总的撤资，星河科技管理层也发现了问题。在快鱼吃慢鱼的互联网，这种问题是很致命的。如果那会没有罗强的作死，星河也不会有敲钟的这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偌大的一个公司，竟然会栽在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打工人手里。最后说一句，今天瓜子有活动，6万6就能买宝马，买到就是赚到。买二手车还是瓜子有保障。好，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一共2万3，明天你就可以不用来公司了。公司裁员，老板要我交接工作，我冷笑着把10几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正在洽谈的甲方资料，一股脑都扔到了老板面前。老板的目光从窃喜到惊讶，再到震惊。你一个人负责这么多部门的活吗？你老大可不是这样说的呀。我没理他，拿了工资转身就走。果然第二天公司就运转不了，老板想恢复正常，需要重招10个人，成本比之前高10倍不止。原本岌岌可危的公司瞬间濒临破产。炒老板终于第一天早上8点30分，正美美睡懒觉的我，突然被一通电话吵醒了。小王，你怎么回事？昨天我交代你做的方案呢，怎么还不发给我？我的电话都快被张总打爆了。电话中，主管沈姐因病变得沙哑的嗓音满是焦急，我连眼都没睁开，慢吞吞道：“沈姐，我已经被公司辞退了，东西我也都交给老板了，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吧。”什么？老板是不是疯了？他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不知道，正好我也想歇歇，就先这样吧。挂掉电话，把手机往床头柜一扔，重新把脸埋进枕头。不需要上班的日子就是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早上主管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开始，我的手机就没消停过。陈总，实在对不住，我昨天已经被公司解聘了，之后的合作您联系沈斌吧。不好意思，林总，老板把我开了，剩下的方案您找我的同事要吧。老李，跟飞腾电子之后的业务就交给你了，资料什么的你跟老板要就行了。直到中午12点，我响了一上午的电话终于消停了。刚煮了一碗面，结果才安静没半小时的手机再一次惊天动地的响了起来。打电话来的就是背后告我黑状，导致我被辞退的那个憨货王鹏。电话刚一接通，咬牙切齿的咆哮就传了过来。这不是蔡主管吗？怎么这么大火气啊？王鹏，你甩那么些个烂摊子给我们，自己拍拍屁股走人，你还是个人吗？蔡坤，之前是小爷大度，不爱跟你个碎嘴子计较，你还真要蹬鼻子上脸了。你少在这里污蔑人了，我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怎么着？当初去老板跟前造我谣的人不是你吗？你是巴不得老板早点开除我吧？40好几的人了，心眼比针眼还小，嘴比你家半年没刷的马桶都臭，你还好意思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人？我要不是个人，早在你第一次造谣我跟沈姐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就应该直接把你腿打折了。你现在还有脸在这冲我大呼小叫，你就不觉得害臊吗？我这人不爱跟人计较，工作半年从没跟任何人红过脸，直到昨天被老板亲口开除，我才终于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王鹏，你就是这么跟公司前辈说话的吗？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算哪门子前辈？进公司10来年了，别说 PPT， 就连 Excel 表格都不会做，一天到晚除了混吃等死，就是给人挖坑、造谣使绊的，吃回扣。你怎么还有脸说自己是前辈？你什么你？我告诉你，蔡坤，小爷这回还真不伺候了。你不是就盼着小爷走吗？现在我走了，难道不正合了你的心意？千万别后悔，也别骂街，不然该叫老板和其他同事都知道，你就是个10乘10的废物。骂了个爽，也不管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我干脆利落的挂了电话。刚吃了碗泡面，想出去溜达一圈，结果被主管沈冰开车堵在小区门口。沈姐，你啥时候买的新车啊？这宝马一看就挺贵的吧？贵啥呀？我这二手的才6万6呢，咱们这一个月的工资怎么买得起新车？而且现在新车掉价快，买二手车更划算。你在哪买的啊？瓜子二手车呀。那靠谱吗？我怕被坑。当然了，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没有重大事故、火烧、泡水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那行，改天我也去买一辆。对了，沈姐，你都生病了，怎么还往外跑？这样你身体吃得消吗？王鹏，真的很抱歉，你被裁员的事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担心你才跑过来一趟。沈姐，没关系，这事不能怪你，都是蔡坤在背后搞的鬼，老板也是听信了他的话才把我开除的。对不起，你刚来公司没多久，又遇到这样糟心的事。
最后在沈姐拖着病体的苦苦哀求中，我还是去了趟公司。虽然只过了短短1天，但原本满面红光、心宽体盘的老板，眼下却像是被什么小妖精吸光了阳气一样，面色暗淡。看到我的瞬间，老板直接弹起，一个箭步直冲我面前。瞧见了吧，这就是开除公司中流砥柱的后果。小娃，你可算是来了，来，快坐，要喝点什么？奶茶还是咖啡？如此热情似火的老板，在此之前我还真从未见过。但一想他为什么能热情到这个地步，我只觉得无趣。随便，反正是他有求于我也没必要客气。老板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赶忙使唤助理去给我冲咖啡了。那个小娃，老哥今天请你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只是个刚失业的打工仔，我能帮你什么忙？你先别拒绝。之前是我偏听偏信，这才导致发生后面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人总是要往前看的，一直揪着过去那点小事不撒手，除了让自己不痛快，还有什么意义呢？好家伙，我还当他今天喊我来是道歉呢，没想到还要继续忽悠我，是不是人不发火就真把人当傻子？胡老板，您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心眼小，爱跟人计较。这话一出，上一秒还想循循善诱的老板，此时的表情不可谓不精彩，我只当看不见。用蔡主管的话来说，我呢，上班爱聊骚女同事，不好好干活，下班到点就走，不顾其他同事的死活，是公司从上到下实实在在的毒瘤。蔡坤既是公司的老人，也是当年跟着您打江山的大功臣，您今天让沈姐把我叫回来，是不是太不给她面子了？老板听完，脸上慈祥的笑直接僵住了。还当我是当初那个任劳任怨的小王？既然你飞上赶着往我跟前凑，那我总得来点新花样，给你开开眼不是？源于我的快人快语，办公室陷入一片死寂，正闲着无聊，就看见站在落地窗前正虎视眈眈盯着我的蔡坤。我皮笑肉不笑，转开视线，懒得看他那副尊容。小王啊，沉默良久的老板再度开口：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你这么一走，给公司撂下一堆烂摊子，好像也不太合适吧？行，就算你不给我面子，那跟你一起来的老李呢？还有从你进公司起就手把手教你的沈冰呢？更别说他现在还病着，难道你忍心让他拖着病体回公司给你擦屁股吗？何况你自己也说了，跟你有矛盾的是蔡坤，你和其他同事相处的还算愉快吧？你如果真打定主意要走也行，是不是该替你的那些同事把之后的事情处理好再走？明明是他要开除我，结果说到现在成了我主动要走，不愧是能当老板的人，黑的都能被他说成白的。胡老板，您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吗？是您亲口跟我说公司不景气要裁员，让我主动给公司老人让位。这些都不重要，你只说你还管不管沈冰的死活？别忘了，你可是他亲自招进来的。胡老板，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您是知道的，我也不是什么拆迁户，不挣钱就得喝西北风。而且实不相瞒，从昨天被您开除到现在，已经有10几家公司通过猎头联系到我了。今天能过来见您一面，已经是看在沈姐的面子上了。跟我玩套路，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昨天的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的我就要让你高攀不起。眼见老板脸色越发难看，于是我就给他提了个建议：既然你也心疼沈姐身体不好，不如就多招几个人，只要人够多，再大的烂摊子也肯定能解决。那得再招多少人啊？至少要5个吧。这还是我往少了说，就我那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的工作量，别说5个，就算再来7、8个，恐怕都不够。这下老板彻底绷不住了。小王，要不这样，你回来继续干，蔡主管那边回头我肯定会找他谈话。另外，我也可以跟你保证，只要你肯回来，升职加薪那都不是事。如果昨天他这么跟我说，我肯定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现在我除非脑子马特了，才会信了他的话。况且，就算我答应回来，谁知道等我处理完那堆烂摊子后，要被怎么穿小鞋？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看好的新公司，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就可以入职了。肉眼可见，老板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小王，你真打算跟公司恩断义绝吗？都是出来挣钱的，就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说吧，你有什么条件？还不等我和老板聊出个结果，办公室门被敲响了，来人敲得很试探。我朝刚刚蔡坤的位置看去，见那里空无一人，心下当即了然。进办公室的门很快被推开，一脸怒容的蔡坤大步走了进来。老板，您千万不能听信这小子的一面之词，当初我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您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公司其他人，我要是一个字假话，您直接开除我都行。蔡坤显然被我突然回公司吓坏了，刚刚在外面看我跟老板聊得火热，指不定脑补了些什么。当然，这也不能怪他风声鹤唳，亏心事做多了，难免会怕鬼敲门。但他这回来的不是时候，毕竟老板还没把我这个打定主意要走的人劝回来。他这么急赤白脸的跑过来，只能让事情雪上加霜。果然，老板当场就怒了：“你会不会说话？人家小王哪里得罪你了？”胡老板，您瞧蔡主管这个样子，我哪还敢吃回头草啊？蔡坤一张脸气的铁青，不过到底是职场老油条，看老板那不善的眼神，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吓得一个字都不敢说了。蔡主管，好像从我进公司那天起，你就开始跟公司上上下下的人讲，说我跟沈姐关系不清不楚，我就不明白了。您好歹也是公司的元老，何苦跟我这么个新人过不去？后来要不是沈姐跟你在公司大闹一场，也不知道那个谣言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可即便如此，直到现在还有关于我和沈冰的风言风语，
这事你别跟我说不知道。这件事我没任何添油加醋，而且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谣言远比我现在说的更难听。我可以笃定，他造谣的事老板肯定也知道，但就因为蔡坤跟他是一起白手起家的功臣，他就始终对这事不闻不问。如果蔡坤今天不显着脸找过来，我也不愿意提。可谁叫他自己非要往枪口上撞？去，没看见我跟小王有正事要谈吗？你在这里添什么乱，还不赶紧出去！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说教，蔡坤大约也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转身就往门口走。蔡主管，别着急走啊。小王，咱们聊咱们的，你甭跟他较劲。那怎么能行？我在公司忍气吞声这么久，临了落了个被开除的下场，现在又说什么别较劲的屁话，想让我继续忍下去？这真当我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大王八呢？胡老板，你别误会，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跟蔡主管说说心里话。现在求人办事的是他们，哪怕只是为了那堆烂摊子，他们现在也得顺着我来。眼见我打定主意不松口，老板只能咬牙冲蔡坤喊道：“没听见小王要跟你聊聊吗？还傻站着做什么？”蔡坤一脸便秘的模样，看得我只想笑。只见他不情不愿走过来，估计被气得要死，偏偏又发作不得。蔡主管，从我进公司到昨天被开除，这段时间你一直瞧我不顺眼，正好今天当着胡老板的面，咱俩就摊开来，好好说说怎么样？公司裁员，老板要我交接工作，我冷笑的把10几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正在洽谈的甲方资料，一股脑都扔到了老板面前。老板的目光从窃喜到惊讶，再到震惊。你一个人负责这么多部门的活吗？你老大可不是这样说的呀。我没理他，拿了工资转身就走，直接把老板给炒鱿鱼了。很快公司就无法运转，于是老板又托关系把我请回来。小王啊，之前的事都是误会，只要你肯回来，升职加薪那都不是事。不用啊，蔡副总从我进公司就一直看我不顺眼，我哪还敢吃回头草啊？王鹏，你这么能干，进公司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怎么会看你不顺眼呢？你肯定是误会我了。没有嘛，那当年给我和杨姐造谣，说我是因为在床上把杨姐伺候好了才能进公司，这话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吧？还好我是个男人，这要是个姑娘家，还被你这么造谣，说不准人家家里人都要跟你拼命。蔡坤本来就是个看人下菜碟的货色，全公司上下除了老板，所有人都被他造过各种各样的谣，我和沈冰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对了，老板，公司的财务好像有问题，你应该还不知道吧？似乎猜到我要说什么，蔡副总的神情立马紧张了起来。老板，你别听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公司一直运转得很正常，怎么可能有问题呢？你给我住口！要是一切正常，那为什么公司就快要倒闭了呢？你别插嘴，先听小王把话说完。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两位老总窝里斗，不慌不忙地开口道：“老板，据说您这些年给公司元老的分红一年不如一年，有没有这回事？”此话一出，老板立马变了脸色，他表情狐疑地盯住了我，半晌才猛然转向身边的蔡坤。在场3个人，唯一对分红情况了若指掌的，就只有蔡副总了。老板，您可不能只听这小子的一面之词，您是知道我的，我对您一向忠心耿耿，从来都是把公司当自己家，我怎么可能在背后搬弄您和公司的是非呢？您可不能被小人蒙蔽了。被小人蒙蔽？你是觉得王鹏是小人，还是说我蠢到能被人蒙蔽？短短一句反问，直叫蔡坤再也说不出任何辩解的话。见他一张脸长成猪肝色，我心里别提有多痛快。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别想狡辩，有一句话你倒是没有说错，我确实了解你的为人。既然你不承认分红的事是你宣扬出去的，那你现在就当着我和王鹏的面，告诉我那些话是谁说的。面对老板态度的2极反转，蔡坤坐立不安地搓着手指，额头上不受控地渗出细腻的冷汗。我可能是因为最近找房子，心情变得烦躁，所以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找房子还不简单吗？瞧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哎，异地找房是真的好难啊，一直看不到合适的房子，又没办法实地一家家去看。想租房子，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省钱省心，搬家还送专业保洁。我看这上面品牌公寓、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这么多呢，而且还能视频找房，真房实景都能看，这不解决你的问题了吗？帮了我大忙了。想看的细节全都有，超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老板，今天这事的确是我不对，你就别再跟我计较了，行吗？蔡副总，我老早就跟你说过，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层，能应对老板固然要紧，但笼络好基层员工才是重中之重。你呢，我也清楚，真要说你有什么坏心眼，那肯定是没有的。但咱们也算知根知底，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不单是你，就连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生意上的合伙人，有多少没被你这张嘴祸害过？就拿你当年创业这事来说，本来投资人都板上钉钉了，结果你多喝了2两马尿，就把人家杨小三的事抖了个干净，搞得投资人当场翻脸，好好的机会叫你折腾没了。你倒好，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不知道长长记性。说着，他又扭头过来，像是真没看出来蔡坤此刻有多难堪似的问我：“小王，你说这是好不好笑？”这老板果然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刚知道蔡副总在背后使坏，扭头就把前者这么个大的笑话当着我的面就说了出来。老板，你……蔡坤一张脸气得发紫，表情扭曲的盯着老板，喘着粗气。老板神色淡然，像是拿准了蔡坤不敢怎么着，甚至都没拿正眼看他。我都说了，今天就是请小王来说说心里话，难不成你还有什么事是我不能说了？
蔡坤直接哽住了，拒绝的话不敢说，同意的话又不愿意说，两人就这么一坐一站的僵持着，最终还是蔡副总率先破防。老板，我好歹也跟你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怎么能明知道我跟王鹏有矛盾，还要为他的一句话就把我的面子里子一块扔地上让人踩？别开不起玩笑，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蔡坤气得直跳脚，却仍旧不敢直接跟老板翻脸。老板，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行了，车轱辘话就不用翻来覆去说了。你说的没错，这么多年你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你这些年也没少替我得罪人吧？远的不说，就说小王吧，在公司待不下去这事，究其根本还不是因为你吗？不愧是老板，一句话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可在公司耀武扬威惯了的蔡副总哪里受得了？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蔡坤阴险的笑了。合着逼走王鹏，这件事的错最后全落我一个人身上了，就说狗咬狗吧，这不就说秃噜嘴了？此刻老板的表情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蔡副总都当没看见。蔡副总，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可事已至此，哪怕老板再疾言厉色，已经决定破罐子破摔的蔡副总都只当耳旁风了。老板，当初是不是你亲口对我说沈冰对公司有二心，得想个法子离间他和公司的其他员工？是不是你说王鹏年纪小好拿捏，想收归己用，才让我扮红脸，故意针对他的？蔡副总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向细数老板的罪过。这俩人太熟了，对彼此也太了解了，哪怕身份有差距，翻脸后老板也绝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再有就是开除王鹏这件事。蔡副总扯扯嘴角，发出一声极为明显的讥笑，转动满是红血丝的眼珠朝我看来。王鹏，你该不会真以为胡总他老人家开除你，是因为我告的黑状吧？闻言，我忍不住挑了下眉，不动声色等待下文。已经陷入狂暴的蔡副总果然没让我失望，还不是因为你不识好歹，老板他几次想栽培你，可都让你给拒绝了。你就知道跟在那个沈冰屁股后面鞍前马后，这也就算了，可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天到晚问工资什么时候涨，加班费什么时候发，年终奖涨了多少？像你这么没眼色的东西，公司不开你开谁啊？原来如此，本以为是蔡副总有病，没想到老板也病得不轻。想到自己之前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那几年，我忍不住在心底骂了一句国粹，老板的脸彻底黑了。可以想象，从今天开始，蔡坤只要还在公司一天，就避免不了会被老板针对。呵呵，真舒坦。蔡坤，你是打算不想干了吗？老板，这么多年来，公司里里外外的人都说我蔡坤是你的哈巴狗，可兔子急了还咬人，我这条哈巴狗也不能什么黑锅都替你背吧？蔡坤阴阳怪气地说着，看着他这副肆无忌惮的模样，老板登时火冒三丈。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走就走，你真以为出了公司的门我就没地方去了？我告诉你，想要老子的公司一抓一大把。说罢，蔡坤将挂在脖子上的工牌一把扯下，狠狠摔在老板面前，大步流星朝着办公室门口走去。多行不义必自毙，胡海国，你好自为之吧！滚，赶紧给老子滚！毫无防备被拆穿了真面目。此时的老板哪还有半点之前的从容淡定？他急迫地望向我。小王，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肯定是气糊涂了。胡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开除。现在既然知道了，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在老板目眦欲裂的瞪视中，我勾勾嘴角走出了办公室。刚出大门不久，身后传来东西被砸碎的巨大声响。气吧，更气的还在后头呢。我给你的年薪是100万，市场部主管的位置由你来当，年底还有提成奖金，你干不干？我被公司裁员了，老板的理由是我乱搞男女关系。我一气之下把老板炒鱿鱼了，顺便去税务局告他偷税漏税。辞职第3天，我就被眼前这位老总给挖来了。他给出的待遇让我实在无法拒绝。谢谢你，张总，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隔天，我依照先前说的去新公司报道。没想到刚进公司，迎面就遇到来面试的蔡坤，他是我前公司的主管。也正是因为他在前老板面前告我的状，造我的谣，然后我俩都丢了工作。哎呦，这不是小王吗？怎么，你也是来面试的吗？蔡坤笑得见牙不见眼，看得我头皮一阵发麻。不是吧？他该不会以为把老板的真面目抖露出来，我俩之前的恩怨就能一笔勾销了吧？我敷衍地冲他点点头，而后目不斜视地往人事部走去。但这人好像有什么大病，只当看不出来我在敷衍他。他居然就那么亦步亦趋跟在了我身后，不仅跟着我，他还鬼鬼祟祟低声对我说：“王鹏，我听说这家公司可不好进，咱俩要不要合作一下？”合作？怎么合作？咱俩好歹也共事了几年，待会面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给对方说好话。我应聘的是市场部主管的职位，你放心，只要我顺利进了公司，就算这次你被刷下去了，回头我也能想办法把你弄进来。市场部主管，这不是巧了吗？这家公司委托猎头挖我的时候，承诺给我的就是这个位子。懒得搭理对方，我逐渐加快脚步。喂，王鹏，你这么着急走做什么？行不行？你得有句话吧。之前的误会也解释清楚了，都是老板在背后搞的鬼。我呢，一直以来都很看好你。什么叫恬不知耻？大概就是说蔡坤这种人吧。蔡坤，就算当初你针对我，造我谣是老板的意思，但做那些事的人的确是你没错吧？你怎么还好意思说一直看好我？说这话，你的脸不烫吗？蔡坤不满地撇撇嘴，或许在他看来，
他都已经主动向我示好，我这种不值一提的小虾米就该立马感恩戴德了。早提醒过你不知道多少回了，为人处事要圆滑，你这样很容易得罪人的。他双手插兜，摆出教训人的嘴脸。这做人呢，就应该懂得知足。你好好想想，要不是我主动揭穿老板的真面目，恐怕你早就被他哄得团团转，又回去给人卖命去了，哪有机会来这种规模的公司应聘？就算你现在还记恨我，但作为职场前辈，我还是得劝你一句：年轻人别太锋芒毕露，否则到头来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懒得搭理他，我赶紧加快脚步。走廊尽头一拐弯，迎面就看到人事部主管正疾步朝我们走来。见状，蔡坤立刻眼睛一亮，再顾不上教训我，直接迈步朝对方走去。哎，林主管，好久不见了呀！我今天就是过来面个试，哪能劳您大驾亲自来？蔡坤话都没说完，林主管已经目不斜视路过他，在我面前停下，伸出手来，笑容得体的开口：“王先生是吧？我是公司人事部的负责人，张总亲自交代，今天一定要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您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跟我来吧。”蔡坤彻底傻眼了。不过他向来就是个拎不清的人，这回当然也不例外。林主管，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才是来面试市场部主管的。王鹏他就是个刚进社会没几年的毛头小子，哪用得着你这么毕恭毕敬？我都无语了，看来用不着我出面，他自己就能把路走窄了。你是？蔡坤急吼吼的表情僵在脸上，几秒后才尴尬道：“林主管真是贵人多忘事，我蔡坤啊，咱们之前还一块吃过饭呢。”他这话一出，林主管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哦，想起来了，海腾电子的蔡副总是吧？我讶异看向蔡坤，感情他在外都自称蔡副总了。大约是我的表情太明显，林主管立刻反应过来，脸色又冷了几分不说，语气也愈发漠然了。不知道蔡副总今天来我公司有何贵干呢？蔡坤呆若木鸡的张了张嘴，沉默片刻才开口：“副总不敢当，那个我是来面试的。”面试？你堂堂一个副总居然来我们公司面试，那确实该慎重应对。敢问您想应聘哪个岗位？面对林主管的阴阳怪气，蔡坤气更虚了。是市场部主管。这话一出，林主管当即转头朝我看来，我立马两手往身前一摊，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那还真不巧了，您面前这位王先生，就是我们张总前几天亲自面试并决定聘用的新任市场部主管。一瞬间，蔡坤眼睛瞪得堪比铜铃，他颤颤巍巍举起手，难以置信。他就是个大学刚毕业没几年，毛都没长齐的新兵蛋子，他哪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岗位？嘿嘿，林主管，您是知道我的，要不您再跟张总说说，只要我能坐上这个位子，往后肯定为林主管马首是瞻。又是这个套路，他还真打算一招吃遍天下。好在林主管并不打算接他的茬，前者脸上浮起讥讽笑意。蔡副总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张总识人不清了？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王鹏这小子我知根知底，他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就不安分，上班时间老喜欢勾搭女同事。好了，王先生在贵公司遭遇的事情我也算略知一二。要我说，像王先生这种工作能力强、脾气又好的人，早就该从贵公司辞职了。蔡副总，您好歹也是个职场老人了，这吃相也太难看了些。蔡坤瞠目结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做的那些事这么快就人尽皆知了。您是怎么知道的？都是一个行业的，哪有什么秘密可言？蔡副总，咱们到底相识一场，我好心劝您一句，与其浪费时间造谣抹黑前同事，不如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您今年也40好几了吧？再这么下去，怕是只能坐吃山空了。你特么的什么意思？信不信我弄死你？说着他就想动手，可下一秒就被几个保安死死按住。林主管厌烦的摆摆手，冷冽开口：“赶出去！”直到心有不甘的蔡坤被拖走，我忍不住问道：“林主管似乎也不怎么喜欢他，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几年前，我一个朋友也在海腾电子工作过，当时就没少受那孙子的气，最后受不了自己主动辞职。我了然的点点头，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对了，你前公司被税务局查出来偷税漏税，公司法人也被带走调查了，这件事你知道吗？虽然是我亲手举报的，但这事的后续我还真没关注。看出我表情中的茫然，林主管笑了声，继续道：“先前您作为乙方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张总还有公司不少高层就特别看好您，想挖您来我们这边。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我很高兴您在海腾电子干不下去的事情。”好一句开门见山的大白话，直接给我整笑场了。海腾电子这回算是到头了。你前老板胆子太大了，有消息传出他偷税漏税金额都快8位数了。我操！当初我举报的时候，以为是7位数，都觉得离谱，没想到最后居然能直逼8位数，这不得把牢底破穿啊！随后林主管一路带着我走到一间办公室，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独立办公室了，这边还有一间隔开的休息室，方便你平时午休。至于您的薪资，就按之前面试时张总说的，年薪100万，年底分红和年终奖另算。张总还说了，像王先生这样的人才愿意来我们公司，那我们就必须拿出12分的诚意，以免让你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多谢张总抬爱，也辛苦林主管了。全天下估计也只有前公司老板才会打压我这种能给公司创收近40%利润的员工啊！林主管摆摆手，顺嘴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蔡坤那边你也不必在意，像他这种自视甚高又不堪大用的人，哪怕没有先前的事情，恐怕在咱们这行也混不下去了。更别说他还喜欢给人造谣，这事早就传遍了。只要脑子没毛病，没有谁会冒险雇佣这么一个祸害的。我心满意足的点点头，知道他以后一定不会过得好，那我就放心了。送走乔主管，我走到落地窗前，向下俯视 CBD 繁华的街区。这大好盛世，我应该能闯出一片美好未来了吧？希望屏幕前的各位也都能上岸。我爸是身价千亿的上市集团董事长，而我是装穷摆烂的富二代。在同事眼里，我只是个有点小钱、风度翩翩的大帅哥罢了。这天，公司突然空降了一位部门经理，自称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不仅抢走我的女朋友，还扬言要把我裁员。他是董事长的儿子，那我是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经理林可达，大家鼓掌欢迎。我抬头看去，一位20出头的男人高傲地站在总监旁边，同事老李悄悄凑过来，八成是个关系户，一来就把张哥的经理职位抢了。我不置可否，打了个哈欠。快下班时，老李照例刷起了短视频，却不成想椅子突然被人踢了一脚。经理，你怎么来了？我循声看去，新来的部门经理正冷着个脸。光拿工资不办事吗？公司不是你摸鱼的地方，扣你1天工资，如果再被我逮到，直接开除。说完后，他又看了老李一眼，冷着脸走了。辛苦干了一天活，工作也完成了，临下班摸会鱼不是很正常吗？新官上任3把火，看来这个部门经理是想拿人立威。老李直呼倒霉，我跟其他同事则是面面相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刚点开就被抓包。唉，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罚1天工资，新来的这个部门经理可不好惹，咱们以后没好日子过了。他应该只是想立威，不会一直这么严格的。唉，但愿吧。最近倒霉事怎么都让我遇到了。咋了？怎么看你愁眉苦脸的？正愁着呢。我表弟这不快毕业了，托我给他找份工作。最近找工作头都大了，投了很多简历都没回复，感觉都没信心了。这有啥好愁的？唉，那像这种又是大企业又有带薪假的工作，到底怎么找的？还是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现在毕业季民企全天直播招人，还能 AI 面试，边聊天边求职，效率超高，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真不错，我看还会实地核验呢。对，而且平台实地核验过的，技工的工作超多，有保障还放心。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很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行，我这就告诉我表弟这个好消息。走，赶紧下班，不然等下又要倒霉了。可没想到第2天老李刚到公司又第一个挨骂，原因是他看见部门经理后没主动打招呼。公司要求端正态度，你就是这样端正的吗？不想干就滚。说罢他又开始训斥我们。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见到我要喊林经理好，态度要端正。看着他这副架势，我心里陡然生出一丝不快。这么大的官威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他的奴才呢。于是我去厕所时故意经过他身边，假装没看见他。站住！我刚刚说的话没听见吗？见到我要打招呼，你是耳朵聋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翻了个白眼，直接开队。我既不眼瞎也不耳聋，反倒是你，大清都亡了几年了，思想还这么封建，这么想听人喊你，咋地？上辈子是个皇帝啊！看见我这么下他的面子，林可达马上沉下脸来。你叫什么名字？林景焕。我直视他的眼睛，没有一点躲闪和担忧。呵呵，林景焕是吧？我记住你了。我懒得搭理他，自顾自地去上厕所。回来后，老李悄悄给我竖了个大拇指。小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你刚才真的太帅了。他话锋一转，微微蹙眉。不过你这么怼他，不怕他把你开除啊？我听总监说了，他后台可硬得很。放心，哥们，我也有后台，他不敢开除我的。我当然有后台，而且是全公司最大的后台，除非是我爸开了口，要不然谁也别想开除我。老李笑了2声，全当我在开玩笑。以后可要小心点，千万别被他抓到把柄。说了我有后台，咋就没人信呢？我在公司人缘好，自从我对过林可达后，之后的2天，他居然没再闹模子。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轻易老实。果不其然，2天后，他当众奖励张成一块手表。大家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只要肯好好干，我都有奖赏。谢谢经理，我保证以后会好好干，为林经理马首是瞻。应该是好好舔才对吧？整个部门就属张成最会偷奸耍滑，他可真是会挑狗腿子。我冷眼看着他装。老李好奇搜了一下那块表的价格，倒吸一口凉气。我靠，这块表要25000多，顶我4个月工资了。整这么一出后，部门其他人都学会了点头哈腰，谄媚的喊着林经理好。我依旧我行我素，老老实实的干着自己的工作，全然无视他。主要是他不值得我舔，我还真不差这10万8万的。月底时，林可达提议去 KTV 聚一聚，他请客吃饭，以张成为首，一群狗腿子站出来支持。林经理霸气。我默默计划着周末要干的事，想着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下一秒，林可达直接断了我的念想。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顺带开个庆功会，算是工作，任何人都不准缺席。说完，他还特意挑衅的看了我一眼。原来这是为我设的局啊！这下他算是踢到钢板了。我从来不怕关系户，因为我就是最大的关系户。嘿嘿，我爸是身价1000亿的上市集团董事长，而我是装穷摆烂的富二代。这天公司突然空降了一位部门经理，自称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他是董事长的儿子，那我是谁？有些人啊，明明是个员工，架子却比经理都大，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脸。看来他是想把我开了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林可达伸手想拍我的脸，我火气顿时就上来了，直接握住他的手往下一翻。林可达霎时间就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不好意思哈，我有应激综合症，刚才只是下意识的动作。林景焕，老子要杀了你！林可达被气得面目狰狞，我不在意的撇撇嘴，先爬起来再说吧。林景焕，我明天就特么的开除你！开除我？你有这个本事吗？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大摇大摆的从他身边经过，他被我气得发狂，可就是拿我没办法。就这样，林可达天天盯着我，妄想找借口开除我。正当我享受他那副看不惯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时，他却突然消失了。幸好他走了，要不然他肯定会找借口开除我们。以林可达那种小肚鸡肠的性格，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们？不应该啊！事情如我所料，1个星期后，林可达风风火火的回来了，还特意公布了一个通知。为了防止某些蛀虫阻碍部门的发展，最近公司决定裁员。林可达嘴角扬着轻蔑的笑，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挑衅。能让上头发话裁员，看来他背后的靠山确实不小。是时候给我爸打个电话了，省得某些蛀虫阻碍公司的发展。15分钟后，老李从茶水间回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满脸都是绝望。完了，这回彻底完蛋了。怎么了？刚才听到裁员你都没这么大的反应？比这更可怕。你知道他们都在说什么吗？说什么了？他们说董事长的儿子在我们部门。我心里一惊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都还没跟我爸打电话呢，怎么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了？不应该啊！老李，其实我也不是有意啊。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要拖累我的，都是好哥们，不说这个了。老李故作轻松的拍了拍我的肩，哥们还是讲兄弟义气的，大不了一起烤地瓜去。啊，这都什么跟什么？见老李这副样子，我也不禁被逗乐了。老李，你说我们要是被开除了，那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正愁着呢，现在好工作可不好找。我表弟这不快毕业了，听说最近找工作头都大了，投了很多简历都没回复，感觉都没信心了。这有啥好愁的？哎，那像这种又是大企业又有带薪假的工作，到底怎么找的？还是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现在毕业季民企全天直播招人，还能 AI 面试，边聊天边求职，效率超高，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真不错。我看还会实地核验呢。对，而且平台实地核验过的，技工的工作超多，有保障还放心。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很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嘿嘿，这下我就放心了，再也不怕找不到好工作。老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没事的，林可达是董事长的儿子，又能怎样？顶多让咱俩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又不是彻底断了咱的路。唉，我早该想到的，要不是有董事长罩着他，咱部门总监也犯不着对他卑躬屈膝，还动不动就几万块的奖励，也只有富家少爷才这么有钱了吧？你说什么？林可达是董事长的儿子？这下我是真的傻眼了。他是我爸的儿子，那我是谁？对啊，他那几个狗腿子都知道了，原本我还不信呢，现在就连总监都默认了。见我不说话，老李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吓傻了。我嘴角抽了抽，确实有点被吓到了。这下真的是要给我爸打电话了，他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儿子？我妈知道吗？我正准备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迎面撞上了从茶水间出来的李成几人。哟，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李成脸上满是小人得志的嘚瑟，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怎么还想再被扣1年奖金吗？刚入公司时，李成觉得新人好欺负，试图把我辛辛苦苦做的提案划到自己名下，我当即举报了他。事后他被罚了1年奖金，可能到现在他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讨回了公道。等裁员名单出来，我看你还能不能嚣张的起来。没错，李经理可是董事长的儿子，你们惹了他，就等着被裁员吧。你小子就这么忘恩负义啊？当初你妈病重，急需用钱，景焕他二话不说，直接借给你20万，现在你就这么背刺我们？还有你，林可达刚来时罚了你1个月奖金，那时候你骂他骂的不是挺欢的吗？现在在这装什么装？你胡说，我对林经理一向是很敬仰的。被老李指到的人涨红了脸，赶忙反驳。这时林可达从办公室里出来，一群人在这吵什么吵？都不用工作了吗？林景焕，又是你这个刺头，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裁掉？我假装害怕的后退一步。哎呦，我好害怕，能不能别开除我啊？现在后悔了吗？只要你跪下来求我，我就放你一马，怎么样？看到他这副嘴脸，我实在忍不了了。妈的，老子再也不玩抽象派了，要不然真有人把我当沙币了。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咋地？还想等着保安把你轰出去啊？狗眼看人低！我正准备上前给林可达一拳，老李冲我疯狂使眼色。别冲动，奖金。看到老李的眼神，我立马就明白了，公司内部是不允许打架斗殴的，一旦发现就会被开除。开除和裁员的性质可不一样，被开除了，奖金就没有了。你说裁员就裁员，人事不通知呢？闻言，林可达冷笑一声，吩咐李成去人事领通知。10分钟后，李成谄媚地把一张纸交给林可达，通知在这里，现在可以滚了吧？就1张纸而已，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胡编乱造的？要想让我走也行，让人事部总监亲自过来通知我。就凭你也配总监亲自过来吗？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总监要是不来的话，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被开除了，这是裁员通知单，明天你不用来公司了。公司突然空降了一位部门经理，自称是董事长的儿子，一来就要把我这个刺头开除掉。可董事长明明是我爸，你想让我走也行，让人事部总监亲自过来，我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开除我。就凭你也配总监亲自过来吗？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总监要是不来的话，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满足你。喂，让人事部总监过来一趟。10分钟后，人事部总监匆匆赶来，见到林可达后，一脸讨好。
林经理，看谁不爽，直接裁就好了，没必要特地知会我一声。林可达得意一笑，轻蔑地瞟了我一眼。听见了没？还不快收拾东西滚蛋！人事部总监顺着他瞟的方向望去，看清是我后吓得哆嗦了一下。整个公司知道我身份的人屈指可数，人事部总监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我就怕有不长眼的把我开了。是吗？被裁掉的人是我吗？我勾唇冷笑。人事部总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一拍大腿。哎呀，我真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上头说了，最近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候，不能裁员，不好意思少。我朝他使了个眼神，人事部总监把剩下的那个爷子憋了回去，转头看向林可达，满脸严肃。这个裁员申请我批不了，希望林经理能以大局为重。林可达彻底呆了，满脸都是错愕。他不明白刚才还恭维自己的人，转眼间就换了个态度。其他人也是一脸莫名其妙，刚才让我滚的几个人，现在脸色难看的像是吃了屎一样。既然不裁员了，那我就回去工作了。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我爸打了个电话，假装不经意的提起林可达。爸，你知道我们新来的部门经理吗？他叫林可达。我爸沉默了2秒，嘿嘿一笑。嘿嘿，这个我哪里知道？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又不是公司董事。哦，那就好。我听别人说他爸是董事长呢，我还以为我突然多了个兄弟呢。我爸的声音有点不自然。你应该是听错了，可能他说的是某个董事的儿子。回头我问问啊。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今天差点被他开除了，这是我刚想跟妈说呢。啊？他敢开除你儿子？这是不用麻烦你妈了，我明天下个通知把他开了。竟然敢欺负我儿子！临挂电话前，我爸还特意叮嘱我：儿子，千万别打扰你妈，你妈在国外做调研，正忙着呢。老爸这反应有点不对劲儿啊，难不成林可达真是他儿子？想了半天，我还是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可打了半天也没人接听，我只好放弃。回到工位，老李一脸贱兮兮的凑过来：小林，为了庆祝咱们今天没被裁员，哥们请你吃顿好的。老李，你哪来这么多吃的？怎么还有炸鸡汉堡？这不是路上看到有家商店很多人在排队，我就买一点来尝尝。这样，这炸鸡汉堡闻着真香，应该挺贵的吧？不贵的，我都是领了券买的。还能领券？在哪领的？就是在闲鱼，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真不错啊！明天我也去领下试试。对了，刚才林可达没为难你吧？我就是个打工的，他是董事长儿子又能怎样？大不了不在这里干了呗。我瞅了他一眼，这小子傻是傻了点，但也真是讲义气。一开始隐藏身份，一方面是不想天天被人舔，另一方面也是想更好的观察人心。我叹了一口气，吃饱后就带着老李去了万象城的 Rolex， 看了眼价格后，老李倒吸一口凉气。小林，你带我来看手表干嘛？这么贵的东西，你就是把我卖了也买不起啊！看看呗，你不是一直想要块表吗？一块表最少几万块，快抵得上我3个月工资了。几万而已，小意思啦。哥们送你。老李瞪大双眼，以为我脑子出问题了。正当我打算让柜姐把一块表包起来时，突然出现了2个熟悉的身影：林可达和我的女朋友夏心柔。她不是说去和闺蜜开 party 了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还亲昵的挽着林可达的手。原本对我们爱搭不理的柜姐，看到林可达后一下子变得无比热情，谄媚的走上前：林少，您来了，刚到了一批好货，我都给您留着呢。老李看了看我头顶，抛给我一个极爱的眼神。哟，穷鬼也来逛奢侈品店了。林可达显然是看见了我，满脸的轻蔑。我对上了夏心柔震惊的眼神。你怎么在这？你不是说跟闺蜜去开 party 了吗？闻言，林可达搂紧了夏心柔的腰，挑衅的看着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小柔，你该不会认识我女朋友吧？我冷笑一声，部门应该没人不知道夏心柔是我女朋友吧？夏心柔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年薪几10万的工作，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当初要不是我找了关系，夏心柔不一定能进得来。再跟她谈不久，我就想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可我妈不同意。当时的我自信满满，拍着胸脯保证我跟夏心柔一定会走到最后，没想到现在会被啪啪打脸。小柔，她说的是真的吗？夏心柔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对不起，其实我早就想分手了，怕伤害你自尊，直到阿达的出现才给了我勇气。我简直要被气笑了。我看不是他出现才给了你勇气，而是钱给了你勇气吧。跟他在一起3年，他一直说我是幸运星，心心念念的 offer 拿到了，随随便便中奖几10万。可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哪怕是装穷，我也从未亏待过他。算我瞎了眼，错把渣女当做宝。不过这样也好，早看清了他的真面目，省得以后再洗我的血。怎么一股酸臭味啊？服务员，现在什么人都能进店了吗？柜姐秒懂，做事要把我和老李轰出去。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好歹我们也是客人。真是对不起了，林先生是我们的 VIP， 本来就享有包场权利的。那谁告诉你我们不是 VIP 的？言罢，我掏出手机给这里的经理打了个电话。林少爷，我这刚到了一批货，正想送过去让你挑选呢。不用了，你店里的服务员真要赶我走呢。什么？哪个区的柜姐？我马上过去。我瞟了柜姐一眼，冷冷道：万象城2楼。你特么有完没完啊？真以为这招每次都有用啊？上次只不过是老头临时下了命令，你才侥幸没被裁员。既然是穷屌丝，就该有点穷屌丝的自觉好吗？在这装什么富二代啊？夏心柔翻了个白眼，也讽刺道：在一起2年，你是什么家庭我也知道，没必要在这硬装，只是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到头来还不是要被打脸，幼不幼稚啊？哈哈，在一起2年了，不好意思啊，还真不清楚我的家庭。
你一个穷光蛋，跟你在一起2年已经够意思了，你连阿达一根头发丝都不如。林少爷，一道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所有人扭头看去。柜姐看清来人后大感意外，战战兢兢地开口：“经理，你怎么来了？”蠢货！经理没理会他，径直走到我跟前。抱歉啊，林少爷，都怪我没教好下面的人，你千万别生气啊。我摆摆手，表示没事。经理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身冷脸对着柜姐：“你被开除了，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柜姐满脸诧异，林可达也懵逼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经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才是林少爷啊！”你是哪个林少爷？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经理，他是咱这的 VIP 星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谁告诉你他是星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的？被开除了。既然敢得罪林少爷，你胆子挺肥的。经理，这位是星海集团董事长的儿子，是他叫我把人赶出去的，我也不敢得罪他呀。谁告诉你他是星海集团董事长儿子的？据我所知，星海集团董事长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眼前这位林少爷。什么？林警官，你真是董事长的儿子？你说呢？这几天你倒是当得挺爽啊，是不是当上瘾了？没有，要是早知道你是林少爷，我哪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林可达这时恨不得找个地缝装进去，没想到装富二代装到正主面前了。小林，你真是咱董事长的儿子？这也太疯狂了吧！我之前就暗示过你了，是你自己不信的，不能怪我吧？我怎么可能会相信？我做梦都不敢想，我的同事居然是豪门少爷。下一秒，老李又自顾自傻乐起来。太好了，哥们攀上董事长的儿子，那以后不是要飞黄腾达了吗？瞧你这副德行，原本还想着以后提拔你当个领导当呢，现在看来还是算了，你这脑子不好使。老大，你可不能抛弃我。林可达，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是董事长的儿子？你这样有意思吗？你这个渣男，你把我害惨了。夏心柔羞愤地跑开了。出了商场后，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挂断。老李拍了拍我的肩，故作老练：“男人嘛，多少都会沾点绿的，失去了你，那是他的损失。你往好处想想，最起码你以后不用被他坑钱了。”老李这番话点醒了我。这时夏心柔的电话又打过来，想了想，我还是接起来。阿欢，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好吗？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打住！我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给你1天时间，从我买的房子里搬出去。要是你不搬的话，就等着被扔出去吧。说完，我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老李给我比了个大拇指。老大，你真牛！一个绿了我的拜金女而已，我还不至于放不下。回到别墅后，我妈这才回我电话。儿子，你有事吗？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搞交接，没注意到你的电话。妈，你觉得我爸最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没有啊，你爸每天都会给我报备，挺正常的。你有什么事吗？我们部门最近空降了个经理，自称是董事长的儿子，我爸的反应也挺不对劲的，建议你去查查。我妈沉默了2秒。好，我知道了。我妈平静的语气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有点心慌。妈，要是我爸真出轨了，你打算怎么办？离婚，然后把他赶出公司，让他净身出户。我默默地替老爸捏了一把汗，希望一切是个误会，要不然老爸被赶走，不就得被迫接受董事长的职位？想想就头疼。我还想趁着年轻再混几年呢。第2天我到公司，工位上摆着早餐，老李殷勤地帮我拉开椅子。林哥，请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早餐。你哪来这么多吃的？怎么还有炸鸡汉堡啊？这不是路上看到有家商店，很多人在排队，我就买来尝尝。这样，这炸鸡汉堡闻着真香，应该挺贵的吧？不贵的，我都是领的券买的。还能领券？在哪领的？就是在闲鱼，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真不错啊，明天我也去领一下试试。老大，来，我喂你吃。滚！你就不能悠着点吗？我可不想学某个暴发户。正说着，林可达就走了过来，他脸上早就没有了之前的那份高傲和不屑，取而代之的是谄媚和讨好。林哥，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到这一幕，他的一群狗腿子都惊掉了下巴。林经理，你干嘛要去讨好他？住嘴！之前就是你故意挑拨我跟林哥的关系，害得我跟林哥产生了些误会。你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明天你就可以收拾东西滚蛋了。李成被劈头盖脸一顿骂，脸色难看至极，但又不敢发作。林经理说的对，张成确实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不能再留了。是，我马上把他开除了。不过违反公司规定的不止他，还有你。林可达肉眼可见的惊慌了起来。冤枉啊！都是张成在背后故意挑唆我，我本意不是那样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李成也猜到自己肯定会被开除，干脆不装了，对着林可达破口大骂：冤枉个鸡毛啊！你要不要点逼脸？我干的哪件事不是你指示的？现在把这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是吗？你问问王志华、陈丽他们，要不是为了讨好你，我们会去针对他吗？你说的也有理。林经理识人不清，用人不明，同样被开除了。我给人事部总监打了个电话，2分钟后他就过来了。签个字，收拾一下东西，离开吧。林可达死死捏着辞退书。是谁下的命令？董事长。简简单单3个字，彻底断了林可达的念想。他跟李成如丧家之犬一样，抱着自己的箱子，灰溜溜的离开了公司。剩下的一帮人再傻，
也意识到了我的身份不简单。曾经出言讽刺过我的人，恨不得当场给我磕头道歉。看着战战兢兢的众人，我平静的开口：没错，我是董事长的儿子。我隐藏身份跟你们做同事，那是因为我想要从基层做起，锻炼一下自己而已。不过你们不用这么紧张，虽然你们之前的行为让我有点失望，但也能理解，都是为了生活。在座各位都是有一定实力的，我暂时不会开除任何一个人，一切到了年底再说。若年底业绩不达标，那我就公事公办了。听见我这么说，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一个个都保证一定会好好干，绝对不会辜负我的信任。晚上老宅内，我爸正跪在地上忏悔，祈求我妈的原谅。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我爸在跟我妈谈恋爱之前有个女朋友，当时他跟我爸分手时怀了孕，但没告诉我爸，一个人偷偷生了下来，又一个人养大了。那个私生子就是林可达。我爸说林可达大我5岁，我是他跟我妈在一起后第3年生的，有2年空窗期。他是真的不知道林可达他妈怀孕了，要不然也不好意思跟我妈在一起。直到1年前，他才知道林可达的存在，害怕我妈生气，所以一直瞒着。这个理由好像还是能接受的。我观察着我妈的神色，那你把他安排进公司是怎么回事？还欺负到咱儿子头上？老婆，这个我事先是真不知道，咱儿子跟我说后，我直接就把他开了。说完后，老爸疯狂朝我使眼色。这点我能作证，林可达确实被开了。哼，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我对天发誓，余生只爱老婆一人，绝对不会动任何歪心思。我这里有一份合同，只要离婚，我便将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你，我自己净身出户。老婆，你看这样行吗？看在你还有点诚意的份上，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林可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悄悄给我爸比了个大拇指，也暗自松了口气，幸好不用过早继承公司了。4年会上，老板借口效益不好，要我把1年的提成拿出来，当做年终奖发放给员工。同事们一听，个个喜笑颜开。今年大环境不好，为了能让大家过好这个春节，王鹏答应把今年的提成拿出来，就当给大家发年终奖了。老板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瞬间掌声雷动，身为当事人的我直接傻眼。拿我的提成当年终奖，我怎么不知道？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发出疑问。今年的任务完成量比去年增加了1半，按道理来说，公司整体是盈利的，不至于连年终奖都发不出来吧？老板听后，脸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不见。我养活你们这么多员工，哪里不要钱？社保公积金我全都按要求缴纳，我亏待你们了吗？公司的运营你了解吗？你说盈利就盈利，要不这老板你来当。老板越说越气，直接朝我拍起了桌子。同事们生怕引火上身，一个个低着头，用眼神交流起来。会议室陷入一片安静。老板秘书小徐率先开了口：于总，你先消消气，王哥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怎么会眼看着大家过不好这个年呢？销售总监罗强早就看我不顺眼，不可能放过让我吃亏的机会。王鹏，你需要公司帮助的时候，我和于总可是从没推辞过吧？你是个识大体的人，现在公司有困难，正需要你奉献的时候，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说完，他给身边的赵如一个眼神，只见他眼珠转了转，跟着说道：我们这些人每个月的工资不是还房贷就是还车贷，你和我们不一样，你爸妈早就给你买了房子，你就是没有提成也能过好这个年。不过你放心，这个钱你也不会白出。他笑了下，对着在座的同事招呼着：大家今年回老家有什么特产，都想着咱们王哥。对，王哥，我们全家都会念你的好。等我放假回来，给你带我妈做的腊肉。王经理，明年我一定更加努力工作。今年回老家，我为你多祈福，保证你来年顺顺利利。我嘴笨，但是我把话放着，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只要王经理一句话，我绝对不含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给我戴起了高帽。老板见下面的人这么识趣，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容。我就说我没看错小王吧，只有员工过得好，公司才能更快发展起来。来，大家给小王的无私奉献鼓鼓掌。掌声越发热烈，我的心却一点点冷了下来。作为公司里的销冠，我每个月却拿着3000块的底薪。要不是我家条件还不错，爸妈时不时救济下，我怕是连请甲方吃饭应酬的钱都不够。现在倒好，不和我商量，就把我80万的提成当人情送了出去。既然你不忍，那就别怪我不义。我拦下想要帮我说话的老李，冷笑一声：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定了吧。王鹏，你真打算把提成拿出来分给大家吗？你怎么这么傻？不给又能怎样？你没看出来吗？老板压根就没打算给我这笔提成。老板真的太没良心了，你可是公司的销冠，他这么做就不怕寒了你的心？不说这个了，想想就来气。对了，你房子找的咋样了？哎，刚毕业嘛，你知道的，手头紧，不知道怎么办。你房子已经租好了吗？租好了，找房东直接租呀，没有中介费，租房价格便宜，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搬家还送专业保洁，省心租有保障。而且现在58同城毕业季起航租房节，部分房源月租金7折起呢，能省不少。房子租好了，还能快速找个好工作，事事可成58同城。真的吗？那我也去试试。和小李分开后，我拿着手机去了顶层的露台，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舅舅，今年的尾款先不着急打过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舅舅开始打趣我：外甥，你这是逗舅舅开心吗？放心吧，流程我上午就已经批了，过2天就能打款。这次你的奖金估计少不了。舅舅，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回是真的不着急。
舅舅察觉出我情绪不好，声音也逐渐严肃起来。怎么回事？是不是受欺负了？你老板这么不开眼，给你这个销冠脸色看了，他不会是反悔了，不给你提成吧？我叹了一口气，实话实说道：老板要拿我的提成给全公司的员工发奖金，岂有此理！你老板脑袋被门夹了吗？这种事他都做得出来，我就说你当初应该来帮我吧，可你不听，非要自己去外面历练。现在知道外面人心险恶了吧？就你这样的小白，人家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听舅舅一句劝，别在那破公司待了。被舅舅一通数落，我心情更加不好了。那回不进他公司是担心别人说闲话，舅舅可能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重了，于是又说道：你不用着急回复我，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他像是怕被我拒绝一样，说完就挂了电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想拒绝舅舅，相反我更感谢他这么多年的照顾。等我挂完电话后，正准备下楼去找 HR 提离职，老板于南的声音传了过来：8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入了我的口袋就是我的钱。王鹏的不是找我要提成，那是抢我的钱包，我就是故意不给他提成，他还不是把牙吞进肚子里，继续给我当牛做马。我心下一惊，连忙躲到一旁的杂物后，就听总监罗强继续问道：网上都说裁员裁到大动脉，王鹏可是咱们公司的销冠，您就不怕他辞职带着客户走？老板嗤笑一声：他算是什么销冠？大傻子一个罢了。他业绩好，那也是因为咱们公司做背书，他能谈下来。我不信你不信。放心吧，老板，我不像他那么不识抬举，我自愿降一个点，多谢领导栽培。说完，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怨就怨他业绩太高，全都是他自找的。我的拳头越攥越紧，心里的怒火直冲上头。原本我还想着自己离职走人，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偏要老板亲口辞退我，而且该给的赔偿1分都不能少。